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积分榜。那 A 组这边的话，第1名是 T 艺术，第2名是 RC， 第3名是北京 WBG， 第4名是 AR， 以及第5名的 DFM。然后 B 组这边的话，第1名是 Axis， 第2名是 GR， 以及第3名的成都狼队，第4名的成都 GG， 然后第5名的 X Team。对的 ，C 组第1名是 FL， 第2名是 Omni， 第3名是 FunPlus 不去，第4名是 ACT， 第5名是 DRR。D 组第1名是 MRC， 第2名是泽塔，第3名是 B4U， 第4名是 LS， 第5名是 RT。没错。其实目前的一个积分榜来看的话，是看不太出一些比分的差距的。对的，但是你也得确保你在本组有一个3到2场的胜场才有机会。对，来看一下今日赛程，第1场的 AR 对阵北京 WBG， 第2场 LX 对阵 MRC， 第3场朱雀对阵 Oni， 然后第4场是成都 GG 对阵 X Team。对的。进而都是有可能快速击倒，包括你的魔术师都不一定说是能稳定牵制狗不这样。没错。然后这样子的话也会应对到自己去搬守护人、去放大副的这个点嘛。对。因为对于大副来说的话，你的怀表我是比较好消耗的。抗压的选手，再加上他的个人实力，他确实是比较强的。你看到这个区域选择，他们就是主要保护象雪茄嘛，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象雪茄其实打跛脚让你强。看一下这边也不虚啊，是吧？你独栋既然选个星儿，那我就直接来抓你好了。两边都是心照不宣的说，我就选了就是为了牵制你。没错。那这边的话也是防雷手反绕，但反而是给了一点身位啊。对的，好在有韦伯定律是可以进到板区的。对，但一个空地交了围龙，这个位置手上有香水，香水交出来。第一个围龙是通过自己的香水成功飞掉了。没错。这个笼子的话是大概比较吃到，因为是没有交互点的一片空地嘛。对。但2龙1刀的话，其实对于求生方来说也能接受嘛。对，常规的一个接受。下一个笼子好的愿力差不多就要被击倒了。是的，就看手上这个飞轮能否说再去飞掉一个围龙啊。但是这边的话，其实捏捏的一个技能也快好了，会有一点难。就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个半边围龙，这样子的话，其实求生方，哎呦，飞轮没交出来，省下来闪现1分钟的击倒节奏，并且倒地的位置也是非常有利于捏捏这边去进行一个控场的。对，直接挂在遗产密码机啊！但这一局外围3个人都有化险为夷，其实你挂哪台遗产的话，我都可以去安排人去救援。是的，可以让脸上的气象学家先负责一救。但现在的话，还是尽量多卡一下状态条，一刀救下。手上有闪现，那这边要进行一波2次牵制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对的，虽然说有飞轮，但是想飞到笼子的话，也还没有那么容易。对，这一波感觉是怎么往回走了一下。那这样子的话，就尽量说倒到第2个携带化险为夷的队友附近了。中场站密码机应该也是快开了，所以说选择倒过来，这样第一时间开了之后还可以去救援。但我能看得到 AR 这边的执行力还是非常快的啊。对的。就担心被拦截的情况下，直接选择不修，然后直接下来，提前摇出怀表，方便把这个淘汰进度稍微卡得死一点。对。第2段摇到，但是也被封到了。对的。再交出围龙，哇，完全没有给到秒排一个反应时间。对的。那这样子秒台挂飞了之后，场上密码机还剩最后2个70%进度左右的密码机。对。然后中场这台的话还需要去补一下啊，但是应该是选择让大副去新开。那就是阁楼这台89的密码机，待会儿再进行一个破译了。没错。挂到了周快的脸上。刚好通缉的也是这边模式，但是选择了直接一手预判传送到 S 版的气象学家。没错，因为找气象学家的话也是他一个心理目标嘛。强风是躲开后撤围龙非常精准。是的，哇，这后撤围龙是越过板子的一个后撤而且现在气象平台 CD 愿力还够，所以直接完成了一波快速2序节奏。那这样的话，把人往遗产一挂，这边其实补密码机的时间也会非常久啊。对，而且相当于是占住了阁楼以及 S 版的2台密码机了。对，没错。那看一下这边其实是知道魔术师的位置在这个墓地里面的，而且拦截到了。这边围龙一交出来拦住，给一刀。前面是有机会拦住的，一个魔术棒交出来，越龙过来能打到吗？没打到，飞轮规避，但是还是救不下来。那这样子的话，局势又倾向于一个4抓了。对的，因为他知道，因为当时挂上幸运的时候，通缉的人就是魔术师。对，所以说墓地的魔术师对于捏来说是了如指掌的。是的，而且这边大副的状态是半状态嘛，所以说救不了嘛。
那现在的话，哪怕强行过来摇怀表，这个距离也是不够的。对的，伟龙拦住，给一刀5秒的5秒时间，不足以贴近这个椅子把人救下来的，完全不够。那这样子，先把魔术师挂上，之后再去挂大副，就可以完成一波4抓了。对的。这边把人挂上。那对于全方来说也是没什么太大办法啊。对。可以看到信宇儿他在牵制跛脚羊的时候，可能确实会有一点安慰。对。你看天赋的一个携带，感觉这局对于就会下降一下。但主要问题就是你要4抓，你就不能求稳了。对吧？现在你就得去拼，你就得去带一些别人意想不到的一些天赋，打出一些奇效。是的。如果说你常规来去追的话，你带个张狂，其实大节奏就很好去在开门战。好，来看一下这边起追，直奔的就是找结石去了，但我觉得可以经过一下中场啊。对，可以先去不让中场密码机破的那么快嘛。没错没错。因为你同样要是去独栋的，你从中场这个电梯插过去独栋，还是说我从这边学校门的区域插过去找独栋是一样的。对的，但这边的话也是怕结石这里反绕，所以说绕了一圈过来。但同样，其实球文方这边也要主要把中场给抢开。如果说中场密码机抢开的话，就很容易破3连啊。对的。看这边的一个单板博弈。等你退杆之后，我再进行一个交互。你退杆在板的另一侧的话，那我就往前走。没错，那前面的话其实还有单板，还能再去消耗一下击球点。对的。那第一波没有逼出来机械师的反弹的话，可能会有点难受。对。这边想省一下自己的一个击球点，先把密码机封住。才把那这样利用反弹就可以转去甲门，因为第一波是省下来了。感觉距离不够，想跟你反驳。这边有个接傀儡，直接卡位堵住了，熟练度很高。对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距离是拉不开的。那这样子的话，我多消耗你的击球点，然后进行牵制，我觉得是挺有优势的。对的。但同样张狂响起，这边闪现也好了，看一下贺晨的一个选择，要选择闪现开刀吗？开了。对的，那这样子有主球，就看陶丸这个飞轮如何释放去规避这个主球了。没错。再利用窗台进行一波拉点，第一波好像有点丢失了位置。对的，先把红蝶湖机子封了一手，还有一个击球点有封路，但这边同样是可以进行卡位的。再卡一波，击球点手上不够了，因为该封了红蝶湖密码机，现在不够击球点拉线。是的，包括现在对于机械师来说，手上还是有一个飞轮可以进板的。没错，甚至说这里飞轮还能再省。对，而且现在板弹又好了。哇，这个博弈，对，有点小木压失误了，不过没关系，因为现在场上密码机也是近乎3台了嘛，包括现在也是2分钟的一个对局时长了。想要骗刀翻过去，但发现这个抬手的移速跟这个惯性一下子这个刀的距离就比较长了一些。对的。但没事，这边木师也是赶过来第一次救援。其实这波击倒的话，其实花费的时间太久了。是的，球拿出来拉点。挺好的，对的，躲掉了主球，看一下，在变魔4去挡一刀，那这样子救援是非常出色的。对的，陶丸这边负责去往甲门那边倒地，然后让直接木偶师原地新开一台。然后看到大副的话，先跟木偶师休一会儿，因为下一波救援是让大副来嘛。等救援完之后，刚好弓箭手这台密码机可以开掉，就可以进行球 OB 了。没错没错。OK， 这一局对于求生者来说，大概率是比较好打的一个对局了。比较偏向于保命争胜一点。是的。你看大副这边过来，虽然怀表也不着急，就比较不担心拦截了。大副是完全不虚台球手的一个手椅的嘛？对的，那就看一下椅子前怎么去博弈了。我们还在卡这个桃海进入，非常稳健。打到了。那这波的话，可以2个人一起去合修，然后让弓箭手过来保一下陶丸。没错，这边主球的话也不躲了，给一刀。手上飞轮没交，然后郭克这边也是应声赶来。对的，因为你刚才交过主球了嘛，所以这波弓箭手的 OB 压力并没有那么大。没错，而且弓箭手是比较好去 OB 台球手的了。对的，这波不能交龙骨弓，没错，要省住。手上是有后车弩的，不着急。交主球会有点明显，给出来一刀，不过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主球交了，其实现在有点不好挂人了。想牵一下后，但没有交出来。有点可惜。没错，他是想什么？我觉得过这个走位是想把他逼到过道上面，
这个利用这个电车，然后去进行一手双人轰逼。对的，那这样子的话，我不用交道具，然后你这个人打到我之后，你会眩晕，那我密码机还能直接通电。对的，可惜的话就差了一点点时机吧。是的，闪现过来直接给到一刀，但是门口已经贴了大副。对，而且身上有撕裂值。大副这边手有怀表，但地形管门，大副这个门也不够。其实这一把这样打，我觉得是反而省道具省出问题了。摇出怀表，这波不能被蒙到。蓄力没有打到，很惊险。撕裂值救了一命。那同时的话，弓箭手的自愈也快好了。没错，那选择点门给压力，这边让你逼你回去挂弓箭手。是的。这样子，如果上挂弓箭的话，就完成了一个保平了。对。不一定，唯一是没有选择开这个学校门了。是的，因为学校门这边有个主球。他都要打主球，干扰我开门的话，我可能就不够了。然后选择保稳一点，我直接走另外一个门。对的，贺晨这边也是确认了一下徐浩门方位有没有这边的回忆。没错，但这边是没有发现啊，回忆也是就这样大摇大摆的从中场过去了。这个心理算是完全算到了金刚者所想的一个打法。对。那这样子也是拿下一手平局。是的，刘一直接完成了一手7-2。啊，其实我也觉得能接受吧，因为毕竟结实没有回阳反击。这个阵容看捏捏是要携带一手兴奋还是一手闪现吧？闪现就是击倒节奏会比较稳定一点，兴奋的话可能利用率会更高一点，因为它的回复 CD 会更短一些。对。以及小门地窖的杂技，然后捏捏这边是点在了3连的位置。对的。也比较常规的一个十字选点啊。对的。进入比赛画面可以看到，开局的话先找一下空军，但空军这边也是直接往墓地这个方向进行转点的吧？对的，直线拉点，因为墓地这台密码机也封住了，其实也不影响一个前期的破译。对的。然后资源的话，这边牵制起来格局也会比较舒服一些。把板子一踹。但闪现的话，其实空军牵制起来就没有那么乏力了。对的，把枪一交。想去交枪的时候去出刀拿刀的，但没有拿到啊。对，只要隐喻没有断的话，其实就可以接受嘛。对的。把本子一踩，但这个位置的话，其实窗台前面是交过的，反转过来。那这样有回溯拿刀的机会。回溯过来，这边没有窗台，其实身躯跟得很快，给一刀。第一刀有了。对。那再往回转的话，板区是消耗过一块的。然后手上闪现也是一个5-6秒的 CD， 看这边反弹，然后再翻回去，1秒 CD 卡住位置，闪过来，飞轮再给刀，非常稳健啊，很稳定的一个击倒节奏。1分钟的一个击倒节奏，场上密码机加起来的话就2台左右。对拳方跟今晚都能接受嘛，一边是我交枪，然后也是把你的闪现给逼出来了，对吧？另外一边的话也是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击倒的。这边就快要救人，但是身位被提前拦截到了。拦截的很多。这边扣球，红球扣到，但这个位置还是能救到，因为红球扣到了，没有只要插刀就行。还是比较惊险的，如果这个红球敲到他刀的话，可能就不大好救了。没错。第一波救人之后，空军倒走，让杂技演员原地兴起一台墓地的遗产机。再给刀。也是往这个大门角落倒。对，这局对于捏捏来说是有很大的后期运营空间的，因为杂技和这边的小说都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对的，并且杂技现在是半血去抢墓地密码机，并没有选择调状态。你看这边密码机中场破译完，然后又是选择过来救人，佣兵的拦截还是比较难打的。对的，技能也是切了一手传送。对。 难怪护腕，这波不能被无伤救，拿一刀就可以。对。哎，但是两个人的走位是不是有点重合的？那这样要小心被摊双倒啊！是要扛刀去经一个3跑吗？但是密码机是不是差太多了啊？跑图是需要时间的，虽然差的是3台40%的密码机嘛，不过你跑图也要时间。 那板子一踩，其实前面哪怕你空军这里也牵制不动啊。对啊，有点说是想为了争3跑，反而说是把机会点给到了捏捏啊。哦，感觉这样去扛刀可能就得不偿失，也有可能说我故意让佣兵上挂，然后换外面2台密码机。有可能是这样想的吧。因为你如果说你扛刀是为了密码机够，这个不太合理，只能说。
我是为了这么想，但是对捏来说，我但这样子的话压力很大呀。对啊，小何家的救人，小何家救人压力大不大？这个不关键了，就是你杂技员这边也修的不舒服。是的，这边有飞轮，对，但是这个换位，那救不到了。不太好救了。对，回速过来给刀，飞轮失误了，传送的这波，马基还没碰到。看这边捏捏在犹豫，有点不太放心，说传送之后一定可以打一手对下来，因为当时你密码机没动，他会有个错误的信号说，哎，你密码机是不是压好了？对，这边传送落地，砸线员，找砸线员，这波杂技一定要扛住牵制的压力才可以。嗯，手上是有回速的，差1秒。翻过来，手上捏着自己的粘土球。没错，球的话是空地交出来转点。那这波的话就看这个隐喻回溯能否击倒了。拿到了。哦，一个慢翻完成了击倒。那这样的不仅说击倒了杂技，而且站住了小梅这台77的遗产啊。然后另外一边的话也是大腿新开，看一下这边上小游侠破译，然后佣兵怪救援。啊，但对于捏来说，现在的选择性很多，我可以先排人，然后再找密码机都行。对，如果他现在能排到佣兵卡人的一个方向，就可以直接宣告4杀了。但是如果佣兵这波卡的比较好的话，那个求生者还有空间。对，这波好像是没有找到佣兵的一个耳鸣的。先排了一下目的，确定没有，那只能可能从小屋这个方向过来，并且看到脚印了。那这边隐约过来，佣兵其实很难去博弈的，这边还在找位置，手上有护腕，你也不敢草出来继续的跟进。还留残影在椅子附近，我觉得，然后等自己的毯子是2秒钟，看一下毯子好了，应该就可以追了。对的，毯子好了，过来逼护腕。这波的话直接打佣兵状态，但是佣兵也是非常灵巧的走位啊，卡住这个单板的位置，给你拖了很久的时间。对的，哇，还在博弈，手语上面感觉一点节奏都没有找到。这个板子应该盖不到，盖不到。佣兵想找机会去开密码机。回速回歪了，没有回到板的另外一侧，有点可惜。那这样的话，得赶紧先去找一下杂技了。对的，哦，感觉这一局杂技演员其实现在是最好牵制的呀。你找杂技，我觉得求生者是最能接受的。对，但是这边的话想回头找一下佣兵的话，佣兵也是有护腕的。其实我觉得刚刚就应该追佣兵，然后放杂技去点门。点门的话应该是大门的小手架。又回来了吗？地窖的位置好像都不在这一侧啊。那这样拉扯的话，反而是给了一个求生者走门的空间啊。嗯。手上球是刚好刚去，哎呦，抽倒了，抽倒了。那这样子的话，得传送小门才有机会。看一下传送落地，小门这边佣兵是没有护腕的，还在点门。过来再来博弈这个窗，只要能快速击倒的话，3招面还是很大的。嗯。能击倒吗？抽倒了。另外一边还要摸人，对，赶紧赶回去管那边的杂技。看状态条那边是摸了多少了？摸65，能摸起来是能摸起来，不过2个人肯定不一定能走的。对，想先来杂技，红球踩到这边一个单板的博弈，直接过板，也应有尽有。对，那我觉得现在可以先把人挂了。哪怕你小时加过去摸人的话，我这边也应该是赶得上这时间的。因为佣兵他自己速度会非常慢嘛。嗯，小乔往脸上走是想让自己换佣兵出来，然后自己搏这个地窖。对。佣兵这边的一个自起好像是8，有点极限。对，起不来，应该起不来。那这样的话就是完成了一个3抓了。对的。有惊无险啊！其实对于 A2 求生者来说，最后还好说是那波佣兵把投篮进度卡的真的是非常极限啊，很好。否则如果真的是提前被拦截，哪怕就是幻灯时代牵制喧嚣和科技的时候，都是需要一些手法在的。嗯，主要有个问题，喧嚣这个角色他追击是很快啊，手椅上面也有说法，但我如果不救或者说之类的一些气象，对。这样子的话，可能还是去找一下红毯的气象作为一个一手节奏的。好，来看一下起追目标，应该还是气象。对，应该是气象，不会去换了。再换的话，其他求生者肯定早都拉到不知道哪里了，不大好锁定目标了。对的。前面点位的话，看一下这边，哎，守卫很细节，预判了一下双重惊喜的位置，没有上到惊吓标记。第2下也扭到了吗？也没有打到。哦哟，这个小身位很有手法啊。那前期等于说白给15秒时间啊。再画一个强风。
因为喧嚣现在进行过一波调整嘛，所以你前期的双双惊喜能不空最好就不要空。对，抢崩。 但是呢，双击还是给到了一颗球，但是第二个第二段又扭躲掉了，了，一个双双惊喜18秒，两个就是36秒。对的，那现在又要去18秒的时间翻回来，反正现在你也没有张狂，你也开不了刀，对吧？我的象屏也好了，啊，这个时候强崩躲一下，手上有飞轮，这一波的话得考虑飞轮，看怎么翻了。看飞盘交出来，骗飞轮，很细节，鹤神这里。 哦呦，小手被躲掉了这个白色的惊吓标记。没错，陈云出来不给你上惊吓标记，这边陈云交互点还能翻回去，张皇还没有响起的。是的，他只需要计算一下下个双双惊喜 CD 就可以了。没错，这边进单板，这个单板的话，可能地形会有点限制啊，一个过板刀。 隔墙的一个双惊喜，看一下最后一颗惊吓标记能上到吗？还在走位，还在走位，躲，还在走位。那这样子应该是上不到了，这个位置。这个走位太灵巧了，真的是夹缝中求生存啊！对，就等了，只能等自己的 CD 了。双惊喜应该先好，绕前目先好，对。完成击倒，这个击倒时间2分钟，跟第一局差不多啊。 3台了。对，而且你是没有谁打管局的嘛，所以说你在后期会显得会有点乏力。其实我真觉得说你可以不用着急救，甚至不救都行。 被发现的身位挺快的，因为这边刚好突击给到了幻灯，但也行吧。就如果说你能操作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接受。对的。手上还有一个人物投影，都躲掉了。空中飞人也进入 CD， 这边可以选择无伤救，救下来一定要给到。这刀摊就摊了，没关系，只要确保不双倒，可以有一个稍微健康的状态去补第一就可以了。对。然后也是往墓地角落倒，反正墓地这边的话，应该这台密码机是不要了。 看到2台密码机在抖了，鹤神这边也是大概知道场上一个密码机情况。没错，然后剩下过来救援的是佣兵。其实佣兵这边救援的话，我觉得就很轻松了，完全不需要有任何担心，并且可以看到回忆这边也是之前弹了一手呼万，然后去补掉幻灯师的密码机啊。对。啊，主要是现在小门这台会比较少一点，对吧？小门这台是幻灯师刚起的一台。对的。这波想打一个4人开门战的话，可能会有些勉强。嗯。 但是能拖到3人开门战，而且是个很优势的3人开门战是没问题的。没错。来看一下佣兵这边，想预判一个佣兵过来的位置。先上一个红色惊吓标记。哎，躲一刀直接把人救下，扛一刀完了。87让绝佳。是的。那这样子佣兵赶紧去跟小门的，哎，他是想直接贴大门，觉得密码机差不多能够。对。 啊，那边是直接松手了，觉得62我不需要冒这个风险，我先去跟队友去调个状态，避免说是被续到一手2手节奏就好，因为他们现在只需要完成一手保平就可以拿下这个游戏的胜利嘛。拉开足够的位置。那现在把人挂上，另外一边的话状态能补好，外围的话只有一个半状态到了幻灯，主要是切了传送。 再看这边小门的密码机会不会抖，但是空调现在跑的这个方位可能离另一台密码机会比较远啊，两个人会有点重。哎，一摸机子马上传，但是没找到人落地。应该看到就知道这个人在后面吧，因为有脚印的。脚印看到了，应该是。哎，真没看到脚印啊！哦，锁定到了，知道你在把后了。哦，有点还好是喧嚣。对的。 还好喧嚣，但是你用双横惊喜排人和用双横惊喜追击是2个效果呀，它是可以直接无伤转走了。等于说这个传送落地啥事没干，先让了18秒。对。啊，那现在庆阳再赌一下弹走。不敢翻这个板子，小心震慑。对的。这边还是决定围着小门这台密码机牵制，这样子，因为外侧已经在兴起了嘛，是确保你要是再想换节奏，也不可能有任何机会了。那也是佣兵压过来。那还在说，现在追击的像火灾跟佣兵的话，其实都是有回环反照的。然后这个时候你传送没好，要去管大门密码机也不是很好管。对的，偷偷摸摸这边好像是没有修到。 没错，这太神秘了，这每个人都这么神秘。现在去找大门90多的密码机是可以压击的，得直接亮了，这样得直接亮了。对，他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嘛。对的。看一下地照的位置，但同样也没有挽留，这边是满状态，所以说不着急。加死这边的幻灯师，对，隔板给一刀，幻灯液交出来，收起。
那这个位置其实很该溜快，哎呦，一个砸过板板在砸头很简单，另外一边门已经在点上很够了。对的，你现在就算击倒幻灯传送管小门的话，也是来不及了，因为你没有其他挽留。对的，而且目的就是地窖，想争这个地窖。但红烫没有烫住，这边在粘球，就差一个红球，能躲掉吗？躲不掉。完成了击倒，但是另外队友也是出门，总能保住了平局。没错，那也是恭喜北京 WP 区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啊，并且是收获了2个净胜啊！对，很舒服。目前北京 WPG 的晋级形势真的是如虎添翼啊！对。主要你不能回头，这个就只能拉弓的话，可能需要一些比较快的手速才能命中啊，而且还得提前蓄力，然后再转视角啊，你不能去转视角打这个艾维，要不然的话他就会用一组本相给你打断嘛。而且还会叠侵蚀度，2个人都可以追，但是如果选在十字的话呢，守墓人可能会成为一个首次追击的目标。对，主要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艾维的话，可能还是选一个十字会比较舒服。他会挑的更多一些。对，而且艾维的话，你十字形的话，可以从一开始中间那一排都干扰。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往中场走，笑笑已经提前拉走了，而且中场的也没有刷密码机，密码机是在2楼，对于球员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这个刷点。哎，笑笑的这个高低差的位置跳下来，往前走，直接急速开追，也是像赛前说的那样，选在学校门那个点，你救人位很可能不是只是吓唬你，而是真想追。59的一个侵蚀值，意思人的话还是要去外围干扰一下密码机。笑笑的话呢，把 S 板2块板子都下掉，然后正常下铲，也不回头看啊。这个侵蚀度的话，也是一直锁定在了59。是，主要这个点的话，确实前期的一个风险是规避掉了，并没有说给到特别多的机会。看他的转点思路也是非常的不错啊 ，S 板直接衔接到了甲门板区，而且还能省一下铲子。再往前走，59侵蚀度从头到尾啊，没有看过监管者一眼。其实笑笑这边保持着一个非常不错的身位，非常良好的身位，而且的话又用第2个一个满铲，板子下掉之后，哎，这边倒是偷看了一下啊，61的一个侵蚀值。现在的话闪现是已经好了，但是因为身位你是拉得比较开，所以暂时也没有去交的机会。这边可能要有一个满侵蚀度拿到的说法，这边预判一下，但是隐身吼没有吼到。笑笑这一波牵制很不错呀，但是这边是高侵蚀度要被破盾了吗？他一直在盾里看，然后古拉伊的话可能要等一个比较高的侵蚀值才会出手打。不看了，直接在最后时刻利用一个盾铲的位移，闪开97侵蚀值，但是14人和本体还有段距离要拉回来，再去放。但这波的话确实侵蚀度会得很高。没错。直接叠满了，因为97的话，基本上寄宿的那一瞬间就直接叠满了啊，想去下铲也没有来得及。这波牵制其实还是 OK 的，2分钟才倒地，而且甚至还留了一点点铲子。密码机的话，其实整体还是比较多的。对，密码机非常多啊。这边的话呢，娃娃在补墓地的这台比较大的遗产，如果放任娃娃不管的话，墓地可能要亮。14人拉回来，过去一会儿想给救人位补一个寄生，然后让娃娃没法把这个墓地抢亮，小迪只能下来准备救援。那小迪过来救援的话呢，就可以通过寄宿小迪回来。哎，花瓷过来了，还是要套这个化险为夷。哎，过来，但是哎呀，想利用一个盾铲出圈啊，但是还是没有来得及，可能铲子进度有点太少了。而且因为刚刚机械师的那个星女儿的玩偶是没有选择把墓地那个修开嘛，所以导致你一会儿还是得有人过去把墓地的密码机给它开掉。对，原本快的密码机其实现在速度是稍微慢下来了。库拉伊这一波决策还是非常不错的，过去把墓地的娃娃处理掉。哎，这边14人的话，在2楼下看一看密码机的一个分布啊，墓地那一台是一个大遗产。这波再来救援，因为场上的化险为已经用过了。准备再来救援的话呢，还是让花瓷过来卡着，因为花瓷刚才是一个无伤救，借着小迪的掩护。哦，又是一波无伤救，趁其不备。那这样的话一直没有掉状态，你后期很难再去续上节奏。是的，这边一个换状态刀，但是笑笑身上是有侵蚀值的，传过去可能要躲一个附身吼，但没有躲掉。那奈奈要不要稍微欧逼一下？好像只想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啊，完全都没有威慑一下。对他可能是他身上侵蚀度比较不太健康，因为如果说被打一个气球刀的话就太亏了。是，刚才是57嘛，看一眼，然后再加中一个异族本相就要叠满了。那现在的话，其实墓地里面2楼还有独栋外面的密码机都是90多的进度了。超级大的遗产。其实这一局的节奏还是在格拉伊选择去处理墓地娃的时候，导致密码机可能整体不太够了，而且他也调动了一下小迪下来，从2楼下来，导致密码机其实最终3台整体都差一些，包括最后挂人的时候挂到了奈奈附近。小迪这边走直线，但是先摇表，这样的话暂时吃不到这一刀。但是小迪还在偷看，小迪，他就是没事啊，反正没到100都等于0啊。过来再控一下双11，花瓷这边转到了双11，但前面的话追猎已经起来了，这个板区直接交闪，很果断，他没有回光返照啊。这可能有一个问题，不过救下来的话可以瞬间交一个大喷，也还好啊，也还好。但这个时候其实交闪也有风险，因为其实密码机马上就要压好了，因为你2楼其实也还有一台大遗产嘛。对。那你如果说密码机能够的话，你可能开门战没闪现，我觉得整个威慑的就是威慑的强度会低很多。对，奈奈这边给了一刀，而且奈奈的话也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场上现在只有小迪有回光返照，小迪这边能够把人无伤救下来，然后2楼那台是一个91的一个遗产。这时候补一个龙骨弓，叠一下撕裂值，然后再交一个反弹，确保他是平地走，是追不上的，还要进入一个眩晕状态。小迪想过去2楼给一些密码机的压力，技速得过去管，但是没有2阶，暂时拿不到这一刀。可能前面要交飞轮了吗？飞轮消侵蚀度了，可以，但是开门战之前把这个飞轮交了，会不会有伏笔啊？没事，你交个闪现，我交个飞轮。对。一会儿都再拖一会儿吧。都再拖一会儿。主要小迪他前面一波是把他的怀表也交掉了。他还是先想保状态。其实小迪这时候的话，确实如果他倒地了，外围的人不好救他。是的，加上其实他们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所以他这里还是给了一波倒地，而且还有个地下室。对，他和奈奈想到了一起，就是都想，就奈奈想避弩打一下。然后的话，他想趁你打我的时候吼一下，结果正好心有灵犀，导致侵蚀度叠满了。他没有回光返照，只能小迪过来救。这局有点难打哦。小迪这边摸一下道具，摸出来一个护腕，方便下地下室。传过来再管一下花瓷，但花瓷手里的话呢，也不用担心，有一个高喷，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前置上。小迪已经走到了地下室门口了。是的，但是这样子的话，如果花瓷那边没有撑住，可能就会比较难受了，因为你剩下的2台密码机要去补的是 S 版跟2楼的这台。对，花瓷这边还是挺能撑的感觉，没有闪现应该是击倒不了他，除非他想省道具。这个道具要不要交？2个人现在都摸不到密码机，还有很远，离得比较近的那条会比较少。那这样的话倒地，他想省这个道具打开门战。那这样的话，他可以先牵花瓷，然后再切14人去管一下刚刚从地下室出来的2个人。对的，还是得小迪过来救。然后奈奈的话呢，要去压一下密码机。奈奈想往中场2楼的方向走，上2楼，但2楼本身是有一个陶片的，能摸到吗？但按到陶片的话，我还可以寄速啊。落地倒是躲了这个2阶没有躲掉2阶啊。过来一个附人吼，还是击倒了。那这样的话，2楼密码机。还是这些进度涨了一点点。所以14人的话也是赶紧调到 S 版那边去，因为2楼修不了的话，你可能要去补 S 版的那台。是。然后再把人挂远。这波场好像被控住了，走直线，这波大喷得交了，因为手里有闪现了，不能再省这个道具。另外一侧无伤救，这波机会虽然说求生者就运营出来了一点点，但是花瓷这波把道具交了。再加上他本来没有回光返照，可能开门战还是会有一点难受。是的，现在的话其实还是得想个办法，先把密码机给它开掉。现在就是不用考虑开门战，先考虑有没有开门战，对吧？先考虑把这开门战打出来。OK， 开门战来了，密码机点亮过来，有闪现的状态追花瓷。花瓷的话再交一个窗弹射，落地暂时倒不了，但是这边的速度移速也很快，前面的一个板区。
预判闪现，但是失败了，被打到一个恐惧震慑。是的，那现在的话，其实伊斯兰还在墓地门附近，所以导致奈奈那边也没有办法点门。牵起来的时候得补激速了，激速过来走得慢了一点点，飞轮补一下距离，这个身距是够的。手里也没有秘弩了，龙骨弓也不太好而且这边的板子其实很早就已经被笑笑用过了。是的。打断，哇，那这样的话打断翻板直接是，哦，甚至奈奈应该都没有打算翻板，想去贴墙躲这个短吼应该是。那这样的话，另外一侧门是可以开的，就看能不能来得及。花瓷那边的话呢，起来走直线，哎，小迪往花瓷方向走吗？那这样的话会给一个激素点呀，给一个激素点传过来，两个人分开走。哦，但这边的话是花瓷走不掉。是的，其实这波是不是让花瓷就是交自起，然后看看走门好不好？还是说如果说小迪不来的话，可能他起3抓的话，你可以排到中场去卡人的人就能做到一个稳定3抓。但这把对于他来说，最好还是能够去争一个4嘛。对，最好还是争4。愿力驱赶一下，可能木偶师和幻灯师2个位置，同时都能赶到。对，幻灯师这个点应该会往独栋的方向去走，而木偶师的话呢，如果2楼下没机，可能会去反修墓地啊。但这样的话，好的，进入比赛画面。Allen 的话直接交自己的人物投影拉点了。这一波拉点的话呢，还是往独栋方向走了。我感觉白鹿这边的话还是想 Allen 收不收无所谓是吗？这个本体就先给一刀，战术性诱惑一下白鹿过来单挑。但是感觉没有太大必要。对啊，他刚才应该是没视野，他可能觉得自己的本体藏得很好嘛，但是本体他。这里可以先放一个窥视者，然后再去绕。身位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些的。这边对着灵体抽一个刀啊，看看这个极限刀气能不能打到后面的本体，但实际上还是做不到的。你看一直抬笼子骗，其实给到幻灯是比较大的压力的。再插眼，哎，这一刀空了，感觉有点极限了已经。骗飞轮还是挺细节的啊，因为知道这时候飞轮已经好了，但是 Allen 其实没带的，人物投影很难攒出来啊。对，这里的话其实已经撑不太住了，而且愿力本身也是比较多嘛。击倒还是挺快的，其实就是刚才我说的，尽量不要选有风险性的角色，对吧？你要去想着怎么样随便按出来道具就能让白鹿难受，而不是说我教一些很秀的道具让白鹿追不到你，这可能是 BP 上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幻灯，如果换成魔术，我觉得就很好，只要道具按出来了，你蒙到就算你本事。那这这还能救吗？吉渊，看一下这个，很大的一个笼子，那应该换人来了，换人来了，可爱过来了，也贴过来，但是可爱来不及了，可能要压满救了。但这样的话，你的一个卡半的情况就变成压满，我觉得还是挺伤的。是的，但是没招啊，被发现了，哎，躲掉了这个机关枪。感觉这波古董商的失误有点大呀。就本来报了说压满，就可爱那边又绕了一下，所以导致说现在其实可爱还是在一个跑路的时间。那你外围其实只有1个人在修。这段路易再交一段，打到非常准的一个针对刀，完全都不想给到26的机会，手里2个人物投影交不出来，很痛苦。而且脸上的话，其实还躺着极渊。极渊刚刚起来，直接起来又顶了个通缉。是的，这个点的话，看能不能溜起来。这波连续2棍都命中了，插眼，再补一个。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转点也不太现实啊，就搏板。对。但这的话还是要倒，还是击倒了。他是已经交过就是冯生了，现在又被无缝续上了节奏。是的。感觉，你看这个前2个被突破的角色都是那种能操作的，对吧？还是不要太去在保平去想着去操作白鹿。这里过来直接打到了库，摇表也摇晚了一点点啊，这个库。但白鹿这波操作很酷啊。确实，他已经没有失乐园状态了，已经打出来了，就看这一刀能不能打到，只要打到位置就可以。他等笼子消，再补一个笼，打到了。直接打倒了。而且这还是一个消后摇的笼子，很帅啊！这一波
那就看这一局，因为地窖已经修出来了，能不能走这个中场地窖了？对于求生者来讲，这已经是一个地窖局了。骗你的，不能操作的角色也没用。是，而且几波比较难受的点是在于，就是你一开始一救的那波，然后二救的那波，以及大副刚刚过来救援，其实可爱都是在外面要过来补救的人。就难受的就是每一波救援的时候，是吧？都难受。还有每一波牵制的时候，就感觉可爱刚想休息，那边又喊他过来。排得这么深。啊，其实这个时候还是要小心的，因为木偶师的话呢，他一方面自己很能溜，另一方面他自己之后还能溜，对吧？这个地窖，因为我们有一个推理中木的机制嘛，地窖还真不好说能不能走。白鹿得先排到人，啊，排完一个角落再排完那边该排墓地了。墓地其实还是得往里面去排一下，因为他这个耳鸣范围的话，得往里面再走走才能排干净。哦，有了，耳鸣了，那应该知道了，应该知道。看到了，看到了。交出路易。你看这样的角色多让人省心，是吧？我看到我旁边有一些光幕升起来了，我就按道具，然后白鹿就不敢打。你就是在安利木偶师嘛？还有魔术师啊，对不对？我以为你是为了你预测的那个木偶师。哦，那也是有一点私心的啊，有一点。找一找大副啊，因为现在他觉得木偶师是这个状态了，他又没有自主调状态的能力，对，所以击倒他只是早晚的事儿。过来先找大副。哎，结果大副也跑丢了，没事儿，这个地图就这么大，是吧？终归能找到的。你看大副已经爬到哪了？这是？但是往前的话就要起耳鸣了。隔着中场相望，耳鸣掉了，所以会回头排。交一个15米龙，看到了可爱。哎。这个下板加翻板很有灵性啊！白鹿没有想到他这样溜。啊，其实我觉得还是不打木偶比较好，因为木偶自起之后比他现在更能溜。好，两个人都倒了，现在，找大副，因为大副手里还有表，他自己之后也挺能溜的。大家还在拖。找一找吧，一边攒愿力，一边。看一看永眠阵，永眠阵还是比较好排的，因为它的建筑比较低矮，中间的板缺。哎，到门口，哎，快找到了。啊，但这个方向的话会看到。看到了。如果说他从中场过来就没那么好看到。头上的小星星，直接挂吗？直接搬。直接挂。搬过。那木偶师自愈有可能能溜一下的，传到家门。我感觉。大副本身它的一个淘汰进度条还是比较久的，很能做倒是，但是还是有一定风险啊。看一下白鹿这波操作吧，因为木偶师的话至少能废掉一个笼子的。中场的地窖，后车，哎呦，已经逼出来一个路易了。那这样的话应该是没有特别大的机会了。再补一个，哇，好精确的时间把握。那这样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4抓啊，只要牵起来，木偶师，那没有问题。这一局的话呢，白鹿在队友被3抓的情况之下，后手登场，用跛脚羊打非常克制的阵容，完成了一个4抓，比分来到了6比3啊。到他处理完木偶师，其实大根挽留。如果说你拼一点的话，就得考虑一下张皇加底牌。对，这个地图其实还有一个劣势就是。18秒 CD 固然很久，但这个地图恐怖的地方就在于，空军那个点位还是比较安全的，包括幻灯师。而且还是开局要尽快的去起追。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直接过来准备单挑花瓷的病患啊！花瓷的话呢，也是病患，一出现就已经在玩的绝活病患了。看一下这波大船上的牵制。往船上走，一边低着头压狩猎本能，然后这个窗户正常翻下去，蹭一个窗弹射。刚才的话呢，板弹射也已经提前交过了，上到一颗黑球，下标记。白球躲了。这的话有一个再上，对，再上外围这个台子啊，再想去翻前面的窗，而且现在是一个双重惊喜的一个冷却期。啊，这样的话你其实前期就已经绕起来了。是的。再上，我比你省一段路的感觉，对吧？我比你省一段路，
然后前面的话，虽然说窗台还没有好，但是底下板弹好了，先过去蹭一下板弹，这个思路非常的好啊，完全没有什么上双球的机会啊。那这波分身拉回来，看看远程能不能给到一球啊？没有给到。但这样的话，这边做的很好，窗台又好了。花瓷这一波大船的牵制是规划好了的，感觉他这个窗弹跟板弹的利用率太高了，对，就是导致 CD 好了就很难受。哦，又要省一段路了，又要省一段路。库拉伊这波喧嚣，这就是我说的 CD 好了没地儿交，是对吧？18秒固然很久，但是等完之后还是没地方交。就感觉前面的话差一个白球躲掉，还差一段拉回，翻庄的时候走。上2楼是没能打到，觉得这个放到2楼上去了，好像对，拉到那个楼梯边上了。但是球消了，白球固然已经补上了，但是黑球和红球已经等不及了，先走一步了。这2个球过来，还差一个红球，前面板弹没交，红球远程上到，但是外面3台机都已经起了，而且第4、第5台都已经跑图跑完了。板弹，这个板弹用了3次，我的天哪！移形要不要试一下？看一下这个移形啊，也没什么好的机会交。等一下双人惊喜，5球没有上到。双人惊喜躲掉一段，但上了一颗球，差一颗红，哇，终于是击倒了。但是这个牵制是4台密码机啊，2分30秒多上挂吗？你是说病患6了喧嚣150秒？而且没有转点，而且在大船，他没找人啊，他上来可是直接开追的。牵制。对。我觉得这个数据还会累加，因为他还有26和36。但是现在的话，应该是想打乱节奏了，不管了。对对对，要这样打下去的话，库莱应该已经看到一个结局了，所以要尝试一下换追，看看其他队友会不会给机会。小迪，红球已经上过了，上一个白球，这个枪应该是这么优势，想省一下这个枪，已经2阶了。哎，这波想过去躲枪啊，但是小迪完全不交。然后他现在其实很容易差一个白，不太需要去交这把枪。笑笑那边的话呢，再补小迪的密码机，小迪那边应该是最后一台，或者让花瓷的这个新起的大船成为最后一台都可以。笑笑这波是新起了一台，但是大本那台没有要让笑笑贴边过来救。笑笑这波溜边走啊，这库拉伊拦错方向了。笑笑甚至还在椅子附近，感觉安全了就等一会儿，是吧？非常的潇洒。哎，发现了，发现一个骑士。给到一刀，那边直接扯，根本不给机会。想打野人双倒，难道觉得野人没有回光返照？那这样的话再换挂，然后挂到这台一铲，关键这台一铲已经无所谓了呀。是的，那边大门一铲根本无所谓了。然后这波再来让奈奈救一下人，或者小迪可以跟空军配合一下。离形状态。空军已经把人救走了。那现在追谁呢？然后野人又上猪了，又变成了一个骑士。红球，哎呀，这个刀气，直接亮吗？直接点亮还砸了个头。但是那边还有把枪哦。感觉这把问题有点大。这把的话，其实大门是有地窖的。这把的话确实，刚才好像空中飞人还卡了一下墙，双重惊喜好了，加有移形。我说库拉伊要不，这上了2个球，差白球，上猪被打断了，就差白球。等吧，枪来了，贴兴奋。还是倒了。哇，库拉伊好果断！我感觉他追的时候手一直在底牌那边放着，你知道吧？他就觉得有人要来搞事情。主要你枪一直闷着，而且已经知道那个门是一定会开了的。是的，那挂飞的野人这一局 M2C 是完成了一个3跑湖景村。哇哦，这垫下来一次，再给一个擦刀。但前锋的话，很可能自己要被收拢进主球里边了，所以直接把 OB 这一项给废掉了，只能保活人，而不能保倒地的人。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选左边的话，你冒险家跟幸运儿一定有一个在左边。是的。他
可能就是想赌一下大船上这个人，或者。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这样的话，大船的人肯定是不感任何的兴趣了啊，过去找一下木屋方向，然后呢再攒一攒手里的急救点，直接上车。这边 Allen 的话呢，在翻箱子，哎，这边是不是放慢？这个路径放慢弹回来了啊，有点小失误感觉。但是也还行吧，也还行。反正台球手的话，毕竟他是要等一个闪现的时间，这边已经看到脚印了。看到了吉渊。现在想躲，现在想躲感觉够呛。不是，有点太亮了。这时装是不是太容易被发现了呀？咱们就是说，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纯纯的角落，草都没有。是啊，而且这跟地图的色调也不搭呀。这是万绿丛中一点白。要我说，冒险家还是得旧装。要我说，冒险家反正不能是这个吧？感觉。这个还是这属于单挑，冒险家单挑专用时装。但闪现咋办？现在闪现可能都吃不了。没招了，1分10秒倒地。要我说，就穿这身衣服了，你都别藏了，你就溜他，对吧？可能点位还能更好，溜他就完事儿了，不会在大空地先被拿了一刀。可说呢，这样的话就能吃闪了。但是冒险家被找到了，反正也是挺难的啊！而且前锋的话也来不及保，这波救完之后，如果说冒险家就顺势红圈倒地，可能还是保不了，前锋也挺难受。放一个急救点，看一下前锋这波过来，想好骗啊，白鹿！假装蓄力急救点是吧？你以为我要打急救点想过来直接扯，实际上我直接取消给你的。也是在救人上面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第一局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是在救援上面出的问题会比较多。白鹿真的好多这种小巧思啊，取消技能，给到一刀震慑，很有创造力。又来，这次真打了。等待，好消失，大枪，没有底牌，就忍着。这样的话，幸运还是得去先找一下这个前锋吧。我觉得得把前锋先摸起来。对，过来。这边被骗了一下。没事儿，交闪了。注意到了闪现。前锋起了，但是保不了倒地的人啊，还是走吧。真保吗？一个主球，签就完事儿了。前锋过来逼个主球，给下一波追击。但是还是得过来夺拳。但是撞到了刀口上。没办法的办法，也只能是说，毕竟要争3跑嘛，他不希望冒险家倒地，就是挂飞。但是酷的话，这一波，感觉这个对局从里到外都透露着没招2个字儿啊。可能跟上一局整个节奏差不多。差不多。就是也是被击倒的比较快，然后救援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白鹿这个强度还是太强了，路径正好消失了，原地变身属于是啊。没事，抬头一看也只有2台嘛。没事，节奏好，给大家跳个舞啊。来看一下杂剑员这波救援，主球给到，打椅子了，没事，放出来了，硬博弈，纯博弈，扯不扯？哇，好险啊！我以为又来一个震慑，吓一跳。我可爱这个手速太快了，这反应真快，我肉眼看着都感觉是一个震慑。是的，太吓人了。酷这边能不能溜一下？毕竟手里还有半颗球啊，不能轻易的就被击倒。前面还有飞轮在，先交球，然后拉远这个轨道，再拉过去。哎呀，还是被收进了主球里边。那把前锋挂上之后，可爱就在原地修啊，控一下密码机，然后这个密码机马上就要回退啊，本来40多，回退到30啊。Allen 又到了博弈时间了，手里没有主球了，这波救援将会是你的优势博弈。没有主球了，没有主球，对，哇，白鹿每一刀都奔着去打震慑，但是他的每一刀其实都很像震慑，很像，是挺吓人的这种情况就是，哇，来不及了，2阶段的这个落地后摇很快，那现在前锋也挂飞了，
就剩2位求生者。那这样的话 ，MRC 是已经拿下了这场比赛了。就看一下白鹿能不能继续延续4抓的一个数据。是的，但是其实幸运儿的话，已经是压了很多的道具在前期去帮队友了。艾伦这边自己看一下能不能透视到，因为距离太远透视不到。对，距离离近一点能透视到，看到了，直接闪现过来。对，这个抬手落地之后，这个透视还是挺方便后期找人的。是的。那直接挂吗？还是说争一下4抓？还是说挂了再争一下4抓 ？OK， 选择挂了再争一下4抓，反正我有透视找人，我也不怕。好像远远的这个点应该是看到了，应该是看到了。而且耳鸣也马上就要起了。因为大船缺口底下的那个点是比较好看到的。这个高低差应该已经看到了，看到了，这时候都不用透视了，本体都能被看到了。没有取消后摇这个跳。但是往前面的话，球被抓住，那只能等待啊！为了不让他交出飞轮，直接带走。这样的话，完成了一波4抓，继续着自己小组赛的4抓的数据啊，连续4场4抓。恭喜 MRC 啊，拿到小组赛的一个2连胜。而且这2场的话，其实对于 MRC 来说打的都是非常的干净利落，也不错，对吧？这里的话还是想去针对一下杰斯，而且台球的话，我觉得在第1局里面去选用的话是完全不亏的。对的，这个角色上限可以说是非常高，然后就直接逮捕了呀。然后也要看一下求生者这边魔术师，感觉化险为夷得带，就看看他的一个牵制天赋要不要补一补了。其实可以考虑。来看一下这个位置，直接去找中场的机械。上2楼，那这个耳鸣会起得很早。杰斯的话，他现在要考虑的就是到底是先把这个娃娃给保住，还是说带着这个娃娃去牵制？不管是哪样，这个位置肯定是会被听到声音的。对，还是选择先放娃，这要直接被东轩给捕捉到了。因为这个点位放娃娃在楼下是能够听得一清二楚的。对，先清掉，这样拿到了1刀存在感，然后再上主球，直接选择是回头要去找这边的古董商。对，先管中场。很好的想法，因为追机械干扰不了任何的密码机，甚至说有可能在墓地被届时牵制起来。但现在的话拿到1刀，可能到时候张狂也要配合自己的一个主球，看看能不能拿一下外围的状态，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有了1阶之后，他是可以追任何人的，他就没有那么怕被你走地牵制了。对，而且闪现还有10秒钟，看一下这个位置，主球先好，主球扶住位，云门过来给1棍止戈2棍，但是第2棍止戈没有打出来。是的，一个推杆回来还是被抓了。主球要到，这一刀给到，其实拿刀速度还比较快，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啊 ，Paper Moon 现在手里的道具消耗是非常快的。确实，就这一波的一个道具释放是没有有效的去防止他自己吃刀，所以说还是很伤的。看看这个位置要不要先骗一下飞轮，有闪现出来，闪现直接击倒，并且还击倒在了幻的脸上，密码机也被封住。感觉古董商他的一个牵制压力确实是有点过大了。因为第1波的话，其实他云门过来给1棍处理非常好，但可惜第2棍的止戈没有打出来。对，如果第2棍补上的话，可能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对，导致他后续的一个牵制就变得很尴尬了。是的，看一下这个位置，续刀没有打出来，倒也不着急。他这里可以慢慢等，就让你大副去卡，因为没有关系的，因为你这个密码机是在自然回退的。对的，但主要就是看第3段，直接闷出来，非常漂亮。其实他这个节奏是非常优的，他只要打好求生者的一个针对，基本上都是一个平上的节奏。是的，这波主球再抓到，那这边也是没有26了。这里的话，魔师可能还得提前来，因为你要等下挂到这个甲门角落被拦截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是的，这个位置还能把中场密码机封一下，对于东轩来讲，这样的一个节奏是非常舒服的。他的每一个击球点都是追击同时去控场，所以说他的一个收益就非常的高。对的，我们甚至在外围发现，哪怕即使半个娃娃出去了，但其实现在密码机也没修特别多。的 Clearboss 他这个魔石现在已经贴过来了，但是现在 S 版跟这个中场的密码机确实是很尴尬，一直在回退。东轩这边也是想着守一守了，不着急去封大副的机子了。他主要是必须得先点亮，不然会产生一个甲门中场到 S 版的一个3连击。看一下这个位置，主球要不要先给一下压力？再回来打止戈，但刚才有魔术师，哎呦！而且带张狂这条线上确实不是特别怕你古董商的一个道具啊。耐受力还是太权威了。对，
这样的话还是倒地了。对球人来讲的话，他们也是有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说携带了一个治疗天赋，已经在补状态了。是的。那后期的话要怎么样拉扯呢？就要去把假门在密码机以及说这个2楼跟红蝶河做一个对角线的一个距离拉扯。是的，看一下东玄这边想法是直接去打断求者的治疗，能摸起来吗？应该是不太够，这个感意思觉直接精准的拍到。对，想要直接强行摸好，但是刚摸就要吃一刀，而且两个人还站远，得摸他刚再没摸好，一个是那这样再的话第二刀可能还要再补上。我的天！摸了2个状态，又掉了2个状态，还给了一个魔术棒。对，这一波其实对于球人来相当于是2手节奏直接奉上去了。是的，就那边刚挂飞，已经下一秒杀到脸上来了。这也就是台球手在这张地图的一个强势之处。是的，对于求胜者来讲，现在没有过多的道具能够保证现在接下来的一个牵制，并且密码机也还差一整台。对。主要是你现在你这个中场密码机你是不可能修得开的，他一直给主球加上，这样的一个封锁毁退的进度，你根本修不完。再加上这波借势也是被逼无奈上来救援，哪怕救完之后大副交出道具，但是借势不好走啊。感觉借势会成为一个突破口。看一下东玄很稳，这波不着急交闪的。你在骗。这样的话，你翻板交互我就可以闪了呀。是的，我的天呐，东玄真的太稳了，因为刚刚闪有可能被魔术师扛到刀，但他如果再打一波2个人的分割，不上闪现，真的就没有办法扛到这一刀。是的，现在的话基本上，优势很大嘛，他只需要稳健操作就行。大副在外面修的也慢，脸上魔术师这个点位只要抓得住，这局对东玄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多抓面。没错，还在。去给求生者上压力，让你修的没有那么踏实。魔师这里的话也不能着急救，因为这个密码机进度实在是差的太多了。毕竟放一个魔术棒卡位，想无伤刀吗？想扛刀，给个主球，抓住谁？抓住了魔术师，这样魔术还要吃刀呀！魔术棒得再放。那现在求者就全部都没有道具了。道具已经被打空了，而且这2台密码机的话还是会被守住。对的，打的实在是太快了。另一边换因为有大副的原因，破译密码机真的不太快。感觉这个有眠阵真的是处处是连击啊。对啊，这个位置主球再封一波大副，可能又要等20秒才能去修了。而且你还没有任何办法。现在在脸上，魔术师感觉救下来的话也不太好保活这个机械师。是一个惯性的加速，然后就等你魔师救人打一个针对。对。只要这边先优先减员掉机械师的话，就是一个稳稳的多抓。是的，因为如果说打一刀魔术师，机械师有可能再溜起来，但如果说这个位置能够卡好，里面大副修不开，那这局就是一个稳定的多抓局。是的，想再过来管一下大副。这里封一下机子，然后再回头。是的，反正是不着急的。密码机也是牢牢被掌控住，而且这边借势是一个上挂飞。对的，主要是东玄在这2波手里的时候攒了太多的击球点了，他可以全场肆意游龙。没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看这波续刀后撤，击倒了魔术师。这里要不要选择挂人呢？完全可以挂，因为他完全不着急，他知道机械师的天赋可能没有携带回光返照，没有人能救人了。对。他现在的话完全可以直接杀出去，因为机械师上挂飞也不敢过来，大副那边要修机。你也过不来，如果说你选择过来的话，那更好，我可以直接深追机械师了。是的，这波落地直接逮到了没有回光返照的机械师，那机械师一倒地，另一边大副还是亮不了。对，要看他能不能去摸道具了。被透视的，就算你去补道具的话，我也能发现你的位置。看到密码机60多的话，他都不用去挂人了，直接杀出来。对的，已经要奔着4抓去了。没错，再跳出来，这里手有闪现，闪现直接终结。那接势就算有自愈，但这边救手可以立马再赶回来。甚至说这边机械感觉都起不来啊。有眠阵的话是这样的，对于救手来讲，他能够去操作的上限实在是太高了。是的，求生者可能会受到地形的压迫，可能走2步就要绕一绕，走2步就要绕一绕。而且这一把台球手监管者，我觉得他的一个操作是非常完美的，思路也是很清晰的。对。就机械师，你如果说开局被打掉了一个娃娃，我是可以完全不管你的，配合我的张狂直接去换抓你的其他队友。你的密码机修的又慢，而我打出效果，我们都知道你必须要是前期极致的追击，加上你的中期手椅。如果说求生者想要卖的话，你得抓的快到让他们卖不了，必须得来1波到2波救人。但是大副目标可能还是要放在咒术跟，就应该是放在咒术师身上了，因为这木偶师的话，他的位置可以直接拉到假门。
感觉上来讲会比较难追吧。来进入对局看一下这边 Pitstopper 往右手走，应该还是对这个宙斯比较有想法，尤其是他拉点到独栋的位置的话，哎，看一下要回头，来了一手反绕。对，中场这个位置没耳鸣，那可能对于军少天来讲，他的位置 Pitstopper 就很难去捕捉到了。他这里是想钓鱼 S 版的远，但是远他完全没有修啊，直接原地他直接蹲下来了。对的，这台密码器修过，哎，一个雷给排出来了，踩到了还在躲。哎呦，这上来直接吃一刀。哇，这有点太小瞧我们邦邦玩家了。对的，不管怎么样，我可能看不到，但是耳鸣会告诉我你大概的位置呀。我只是看不清，又不是看不见，对不对？那这样的话，直接给一刀，一个2连雷能炸到吗？没有炸到。但这个雷把板区给它封起来了。是的，远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危险。再加个魔术棒，想反绕一手，没事，手上有移形，这里交互的话可能会被秒的。看一下这个位置，一个3连雷，哎呦，差1秒。如果说直接刚刚这波就很危险。有飞轮，这波飞轮能操作吗？走一个反走，能预判到吗？没有预判到。是的，手里还有飞轮，看一下前面这块板应该是能够稳定进去。是的，选择是上2楼，要博弈这个飞轮了。是一刀，飞轮没交出来，还是落地刀，应该是落地僵持，来不及交。这样的话严重的干扰到中场密码器破译了呀。这样一个1分半的时间击倒，对于邦邦来讲是非常舒服的。哇，他这个往这个密码机上面一蹲，有点太大胆了。对的，有点太小瞧对手了。主要是我邦邦，我丢一个雷，我免费抽啊，对吧？是。有人的话我血赚，没有人我也不亏。对的，再加上哎，当刀哥直接救下来。哇，这就是我们这个版本的木偶师啊！就上手掏，震慑了也能掏下来。是这样的话，再给到一刀，把2阶开出来，远要倒在角落。没错，不过这一波救人其实对于球员来讲真的是赚麻了，开了一个20秒的化险为夷，而且还是等于一个无伤。对，状态不怎么掉。对，再加上邦邦的话，你的一个手乙级都续不上，我第2波是完全可以考虑卖掉的。是的。但是求生者跟密码机破译的还是比较慢啊，大副在旁边是有机会能够再救一波的，这个就要看求生者这边自己的选择了。感觉上来讲的话，如果秒救也不是很赚，他应该是提前摇表，想给点压力了。但是这个人确实不好救，确实不好救，吃了一个通缉。对，所以这个位置看上来应该是要准备卖了，没办法了。但他这个道具的释放就有点小亏了，因为等于这一波表交了，但什么事都没有做。对，也没有给到椅子上很大的压迫。对，那对姜人来讲还是可以走出来去续第2波节奏，尤其这个时候移形已经好了。是，看一下 Pitstopper 这波节奏怎么续吧。如果说能够续得快，这把你还真别说有4抓的机会。直接赶过来抓这个木偶师，木偶师现在也没有那么好溜啊，这个位置有点难受的。失去去抵挡1波雷，第2波被炸到。但是这个时候 Pitstopper 可以尝试再补一补，直接强压你的道具。是的。哇，这样的话再去交出1波路易加诗句，那你这个状态消耗也是很快啊。你手里还有遥控，看这颗遥控雷怎么交。封住走位，能击倒吗？遥控雷被扭掉了。那这边军少天可以倒在角落了。哇，军少天这个走位确实是非常的灵性啊。是强行吃了你一刀擦刀。多了还能有10秒钟的时间。而且外面大副还有表，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压满救的话，密码其实可以压好的。但是不要忘记这是邦邦，他能够给椅子上的人直接上雷。我感觉可能要考虑直接移形杀出去。哦，这接传送吗？传送到中场看到3岁，太果断了。赢的。对，其实我觉得他这里的距离交移形也差不多。对，也可以考虑。回头压住了雨林的位置，现在2个凶者位置全部确定，2个人一起压迫。现在的话，皮刀肯定是不想让你去修2楼这台大遗产的。椅子上的人已经稳定过半了。对，不过好像他忘记给军少天去塞一颗雷了，如果塞的话就会快一点点，没有吃到那个引爆。是，那这样的话稍微能多卡一会儿淘汰进度。就看最后凶者这个表还不摇吗？还在等，这个时候再摇，但是失乐园还没有触发。对，这里要不要硬接一个雷？硬接一个雷，这样的话能把人救下来，还有化险为夷，把化险为夷套出来。而且这样的话，大副，他虽然说吃到了过量伤害，但密码机要压好了。是的，到时候再开一波，看看求生者这边的一个选择吧。应该是准备卡个交互开。对，等交互，或者等一下的话，就直接把大副让卖掉，对，丢在这个墓地了。那这样的话，大副他这个状态也是回上了。
看一下这组雷没炸到的话，手里雷就会缺很多。3连没炸到，那能上车？能坐车，哎呀邦邦还管不了车，而且现在传送还没有好，现在就很难去没有做抉挽择了。留的邦邦，这个后期反而要进入到求生者的节奏了。对，而且3岁在这个位置他是能牵制的，不能追这手咒术师。他其实有点想要以身入局，就吸引的注意力，当一波英雄。但是 Beatstopper 这边也应该是接受这样的一个开门战了，就直接去找玉林，想要去保下平局。他知道他现在能抓的人只有这个大副了。但这个距离还是会有一点远。对，哇，再一直的走位扭雷，还是被遥控雷摇倒了。传送落地，军少廷在脸上还有机会。看一下，他得把军少廷压死在这里，但是车也来了。这个车怎么这么讨厌啊？不，对于求生者来讲，这个车也太好了。对呀，救命良药啊，说是。就一波车从墓地开到学校门，一波车从学校门开到墓地，包接包送了，说是。然后咒术师还在中间给压力，对于 Beatstopper 来讲也不是很好压出去。没错，邦邦的小短腿现在真的追车完全追不了，很难受。然后3岁卡在这里又处理不了。哎，等一下，朱耀天他选择了一个反走。求生者还有别的想法，这边 Beatstopper 看了一下没透视到。难道说还要争3？对，但这个位置被后面的咒术师耳鸣干扰到了，他以为人在角落。这样的话，等君傲天把门点开，可能这个人要被救下来了。但也不好说，君傲天有可能要去正常保平去把门点开，因为邦邦已经回来了。但3岁想压上来到了呀，他们想争就是想争3跑。我的天，那这样的话，虽然大副过麦，但2个人过来，气势汹汹，虎视眈眈的。哎呦，大副的位置已经走得很远了。没错，这里咒师过来在一直的去干扰你的丢雷。对，这个距离，如果说接下来连雷没连中，很有可能被打3跑。哇，玉林这边一直小走位去规避你的一个远程2连雷。是的，邦邦这个雷有点着急啊，一下没炸到。这边在翻板，雷已经不够了。那这样的话，求生者就极限打出了一个3跑，上来在第1回合直接8比1。决策吧。哎，他现在的话真的是比较，而且甚至于说这个阵容我是可以考疯掉，然后脸上3个人挑目标，尝试去追一追。哇，感觉已经是预判到了求生者的一个位置啊。东选的这样的，来看一下进入对局，东选这边目标是在木屋的入殓师，入殓这个位置也算拉得比较远了。然后前面这个位置 Paper Moon 可能要在脸上，那出了大船有可能会被追。看一下东选的想法，是的，先压一下这边的入殓师。那这样的话，一个回溯到板子里面，哇，这个也是歌剧的小巧思啊，一个小技巧吧。在这样的一个被下下来的板子当中，它可以左右两边随便走。这样的话，感觉应该是很难去牵制了，因为这里的一个飞轮也没有好。对，感觉很快就要倒地了。这个窗户能翻，哇！但是翻过去，极限的一个隔窗刀，还倒在了灵柩脸上。开局50秒的牵制，对于球人来讲完全不太够看。这样的话确实是击倒比较快，因为入殓师本身就是比较难去牵制歌剧的。对，再加上东玄这个椅子挂的也是有说法的，他把球者挂在地图的边角，这样的话，哪怕说入殓师反身，也离这个灵柩拖不了太远。是的。看一下后续的救人选择吧，因为这一波肯定是不打算让入殓师反了，太近了。是的，向往庄走，听一下耳鸣，没有耳鸣再回头，直接排到刘明。哎呦，弹过来吃一刀。能救是能救，但这波还是比较亏的，而且他在原地放一个灵柩，是想要去尽量靠着这个化险为的时间拉开距离，感觉还是拉不开太远啊。等一下还可以把你往这边挂一下。对，而且感觉他这个灵柩的位置相较于小木屋，甚至说有点更差的味道了。对，只能说是去拉开距离，让歌剧的跑图时间增加。主要本身歌剧它也是一个不怕你灵柩反生的角色嘛，它机动性太强了。然后再让求生者这样的一个选点，佣兵也没有办法得到第一时间的治疗，状态到时候还会被控制住。如果说这边入殓师的一个灵柩反身下来没有能够逼出东玄的闪现，那可能下一个求生者节奏会接得非常快。是的，板子一踩，那这个位置附近就其实没什么板子了，最后一块板也是能够会被架住的板子。往前面再走一波得倒地了。这个位置的话拖不了太多时间，而且技能一直没有交。
他现在挂飞一个人的密码机只有3台左右，他可以直接传送出去去找节奏。是的，所以现在其实除了大船的人，其他的人都不太敢修，但是大船也敢修吗？我觉得也得松松手，不着急。确实不太敢修了。他得给外围的生者去拖出一个跑图的时间。而监管现在不传送，对于球人来讲压力更大。因为他等下如果找到人的话，是带着闪现的一个2阶割据啊。对，如果说找到佣兵，甚至说这个闪现可能都不用那么着急去交出来。这边直接看到了，看一下换走进这个板区，他知道自己要被追，可能走进这个板区就是想要逼闪，果断闪现。这边的话也是又光速衔接上自己的第2波节奏啊。东玄他今天的状态非常好啊，前期追得快，然后这手歌剧非常的丝滑，而且对于节奏的衔接也是拉满的。是的，每一波距离把控都可以堪称楷模。像上一局的台球也是，就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后面的人的位置。对。然后刚刚的第一波木屋的追击，极限的隔窗刀，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惊艳了。对。来看一下这个位置是能够知道幻灯师的一个大概的救援方向。架住这个点位，其实对于 Problems 来讲只能翻板出来。有点极限，要去救援的话，这个淘汰进度没事，有投影，定格下要博弈，也就那么2秒钟，怎么说？马上到了，哎呦，打赢了！东玄这边率先没沉住气，但是没关系，这个节奏对于东玄来讲还是有一个稳定的真3抓的机会。哇，这一波真的很惊险啊！对，感觉的话是有可能去打到一个震慑刀的。对，东玄应该也是在读秒去卡着这一波震慑时间，但是最后还是没沉住气，可能慢了那么早那么半秒钟去出的这一刀。然后这边佣兵的话，他的一个博弈也是非常好，但道具已经打空了。这个点位也只能说尝试。这个短板应该是有点难博弈了。对，差不多该准备倒地了。哇，还在翻，关键手已经到了，密码机已经在动，但是现在的话，对于佣兵来讲还是有点转不了点。东玄这个位置选的实在是太好了，对，只能硬拖时间想扛刀，扛到这一刀。但是如果说佣兵再倒得快一点的话，下一波没人能来救。回速好了，而且手上有传送，其实也可以考虑去管外面的幻灯师。想要去直接击倒这一波，刷一下弓箭手的挂，那应该是挂上之后直接选择要考虑传送了。对，想先挂，不能再拖太久了。那挂人的话，其实这边可以直接去救下来嘛，这也没有那么赚。对，但是对东玄来讲就是刷挂，哎，看他这个想法，想挂角落，那就是准备让求者压好密码机来打3人开门战。他应该是不考虑去交这个传送。对，因为佣兵手里其实没道具了，就是开门战也很危险，再加上弓箭手也被挂过1次，2个求者下来都是有挂过的机会。对，所以现在对于东玄来讲，能够去控场的时间会变得非常多。对，直接亮。但是佣兵这个位置的话很难牵制啊，感觉还是太近了。是的，直接一刀没有打到，但第2刀要中，而且脸上的门你是不敢开的。是，佣兵这个位置应该是要被挂到外面去了。这把大概率是能够去争3抓的一个节奏。是的，另一边 Problems 也得出来了，他不能去只住着点门，因为只住着点门的话，可能脸上弓箭手一旦倒地，这把就奔着4抓去。这样的话，在大门躲，但在这里直接往双11靠近大门的方向来排了。哇，这有耳鸣，那有点难走了。直接敲传送吗？传送落地，想要看一下这边有没有点门，没有人点门。再给一个回速。那这样的话就是奔着3抓去了，因为传送已经交过，另一边幻灯师是可以直接强行去点门出去的。对，这样大门这个人的话，应该是能排到的。脚印也已经看到了，再加上地窖离的是有点距离。对。目测的话，就应该是一个3抓局，因为他这里也很难转走嘛。直接击倒。对，把这个给击倒。那外面的话，幻灯也是可以去点小门，起码保走1个。是的，这局其实对于球队来讲确实比较凶险啊，因为佣兵在救下来的时候是已经过了半的。对于球队来讲，可能说如果弓箭手没保好，让佣兵这边一波倒地，可能说3人开门战的机会都没了。这张地图嘛，可能 Pitstopper 他也有自己的考量，说这张地图可能配合自己高顺练度的一个割据，多抓的概率会更大一点。但感觉这把求者他们大船是不怕你来追的，我可以放气象，也可以放飞行家，2个都有这种高空位移能力的角色。是的，然后跟气象进行一个 solo。但有这种高低差地形的话，其实对于气象来讲，它也是比较如鱼得水。是的，割据要去追大船还是有风险。来看一下 Pitstopper 这边的追击目标就放在少天身上。然
后中少天野这边也很聪明，他是直接拉远，我就跟你直接开始拉距离，不跟你去进行板双区的博弈。然后一个层云直接到了大门的最里面。那在这样的溜的好处就是，到时候有一个身位，还能再交一层云，再直接回到船旁边。对的。然后这边的一个3板博也是比较的优势。哎，选择直接出来吗？这个位置要硬博弈，哇！在空地的话，确实是没有那么好去追击啊。对，因为比较怕被他这个强风给吹断。但这下这个强风直接躲掉了，预判风被扭掉了。再补一个窥视者。那这个道具的释放还是比较亏的。对，那感觉这一刀应该是有了。对，不过没有关系啊。等下的话，捏着一丝的一个天平在2楼，可以直接交一个大云飞走。大家都现在比较喜欢这个点位啊。对，这个点位被开发出来之后，感觉是大家都特别擅长用了。对，直接飞到海边的角落，谁也不干扰。对，而且监管要过去的话，还要去跑很多的一个距离。那直接往角落一倒，直接往角落走了。这里你想想，我不仅倒在最角落，拖了你一波时间，你把我这个角落里再挂出去，又拖了你一波时间。我一来一回感觉就已经牵制20秒。对，而且你看，其实空军第一波密码机进行修亮，它是可以直接过来进行救援的。这上挂的时间已经来到1分30秒。对，而且你还是一个窥视者。求者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应该是选择让玉林先救第一波，毕竟就在玉林脸上嘛。但是这把有窥视者，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可能在玉林救完人之后回来补会稍微慢一点点。哎，他们有一个选择，让外围的飞行家过来，再去套出这个化险为夷，佣兵直接回头插一眼。那这样的一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个位置化险为夷带走，飞行家就可以直接补脸上的机子，让少天去大船牵制。这样的话，等佣兵密码机破译完再过来进行救援是非常舒服的一个选择。这样主要是把这些密码机给让开嘛。对，但 B-Stopper 这边也意识到了，他肯定要过来放一个窥视者的。对，对，得尽量干扰一下了。看一下倒在角落里面，另一边佣兵密码机修开，马上就要准备过来进行救援。然后2台密码机其实修的都还算比较不错的一个数据。他这2波都是倒在这个海边最角落，真的是能硬拖很多时间。而且第2波你去开一个圈，密码机在不干扰的一个情况下，可以选择去硬扛，把这个4人开门战的一个面给去打一打。对，虽然说飞行家那台密码机被干扰一下，算是比较少，但是你别忘了，到时候空军可能修完之后还能过来再补一枪的。对，他这里想要去拦截佣兵，但是还是太难了，毕竟现在是一个满护岸嘛。对，玉林要做就是尽量在外围去多拖一点时间，尽量压到最满去把人做下来。看看能不能赶紧逼救吧，这还比较关键的。2个护岸直接贴到脸上，再卡了，不着急。玉林这个位置甚至可以吃震慑，然后都行，主要也是要拖到3岁那台密码机修亮，然后过来开枪。那现在的话，密码机进度也是非常多了，扛了2刀，这个板区还可以拖过化险为夷时间，而且一直在往3人那边去赶。看一下这个板子能到了针对吗？没有扛到，但是空军那边密码机也要亮了，化险为夷时间差不多，感觉有点还差一点，对，有点来不及。他直接往回挂就行了，因为你现在进度只有60多嘛。这里除非说你再扛一刀，然后赶到空军边上，让空军继续陪跑。对的 ，P-Stopper 手里的一个窥视者还没冷却完成，没办法切成传送，所以这个位置还得等。看一下片，不着急，另一边远密码机破70，确定牵起来的时候可以再稍微修一修了。远一直在外面给压力，看到开始摸机子，不着急，想要去躲这把枪，能开到吗？直接打断！哇，这个操作，对，不让你控场，不让你3岁这一波操作实在是太凶了，我直接顶着你上来，我知道你肯定要传送，我手里捏着枪，我就直接来看着你。对他们这局密码机点亮是大概率能保平的，对，所以他不想让你去开这台密码机，但是在传送已断，而且密码机亮3人开门战，你如何去争一个多抓呢？这局朱雀的运营实在是太稳健了。哇，这个飞轮开枪真的是断绝了皮道他最后的一丝多抓希望。是的，一波悬停直接到海侧。这个位置有双弹的一手飞行家，那现在对想要去处理也比较困难啊，因为外面门已经在点了，压力很大。传送也交过，这局
对于 Pitstopper 来讲，没办法快速想要去关小门，但是海边大门是有地窖的，大门有地窖，对，他去小门，小门没人，没有。回头来看一下远这个位置，手里还有一个喷气背包，是的，能转到下一个板区。感觉他应该是不走了，对，应该是就倒在这儿了。外面的空军赶紧去冲门，因为这里的话，他再赶大门是有点来不及，而且佣兵还可以扛刀。对，再往前面走的话，其实也算是送 Pitstopper 更多的一个距离嘛。是的。那这样的话，两名求生者已经到门口集合，也是稳稳的拿下了一个平局啊。是的，那朱雀在第2回合也是保下平局，可以说是已经拿下了我们比赛的胜利。是的，也是让我们恭喜朱雀啊，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哇，他们确实是在这次我们小组赛的一个状态非常火热，已经是连续拿下了2场胜利了。赢家也要带上一个化险为夷，对，他在牵制上面就会比较乏力一点。然后弓箭手的话，我觉得还是大概率要带一些操作型的天赋的。没错，至少要有一个飞轮，然后另外的一个就看情况，考虑要不要去桥上或者鬼屋。当然，如果说你考虑去追起点，也不是不行，但是守门人他很可能会有一波坐车的机会。不去起点了，直接选择往桥上走。对，找这里一下星辰，星辰要开始进入一个牵制节奏。当然，江秋有可能说把星辰给逼走，再去找到那边勇次郎的一个飞行家。对。不过这一波应该是打算直接追了，一个后撤秘弩上到了50的撕裂值。那这边等一下，因为毕竟飞行家那边密码机被封了，所以说暂时性也贴不上密码机。那这个点位要命中，哎呦！想躲这一箭，但反而是断开了，让自己的隐跃断了。那前面哇，正好卡在要100的时候拿到这一刀，那对于江秋来讲就很赚了。非常赚，非常赚。因为你正常如果是99的话，你还得在原地停几秒钟，等撕裂值消了再能继续追击。对，现在的话，这一攻是完全射空啊。对，其实感觉射上的话，这边也大概率是要倒地了，而且现在你看他的一个技能到现在还在一个倒计时的状态。是的，是的。进入追击的节奏本身就非常的快啊！从2站到桥上没有花多久，那这一波勇上是提前到了3站上面等着，这个地方一个高喷是可以直接到椅子面前的。对，但他也要小心一下被打断。对，看一下回溯回来，并没有能够无伤救，所以勇次郎选择再卡一会儿淘汰进度。但其实现在救的也算比较早了啊，他整体的一个淘汰进度也没有到半。那就看一下星辰这一波能不能命中要害了。蓄力刀并没有使用自己的道具，可能想留着下一波。对，以刚刚那个距离，感觉用不用道具已经没有太多意义了。对，主要是他没有飞轮，然后也没有后撤的秘弩了，所以就算命中要害，他其实转不进下一个板，还是在空地上。是的，而且本身他也在化险为夷时间内啊。那就看一下这一波往守门人的脸上挂，又可以去逼一下守门人。看能不能让他早点救。不过守门人这台密码机应该是勉强能没有选择强开97的一个进度，提前下2个板，让自己能够进铲，不会被逼救。多拖一点时间，因为刚刚救的话，对于球场来讲是有点早的。那这一手，凌云是可以在边上稍微再卡一会儿，卡到压满。救下来的话，密码机是接近一个3台半。这20秒的化险为夷是能够帮助求生者在外面多拖半台密码机的。出土是直接一刀，那也是给上了撕裂值。对，先挂上，但只有30多的一个进度。他们是选择让星辰对一个人强开了。这样的话，毕竟也没有 OB 位了，所以得利用这20秒的化险为夷时间呢，守墓人去找飞行家进行一波调整，看能不能至少摸起来一个。所以这一波是很考验江秋的一个嗅觉的。我这里把人给挂飞，那能不能快速找到调整的2个人就很关键了。看一下2个人的位置附近也没有密码机啊，是没有办法直接传的。那这样直接是来到了3叶的木偶师这里。没错，那边2个人有没有考虑再摸呢？哎呦，一个时序弹到了板中间。是的。那这样的话，其实2个人看要不要调，还是说去选择一下抢？因为毕竟的话，监管这边技能是交掉了。是的，应该是打算继续进行破译了，不调整了。那这个地方3叶第2个路易被逼了出来，终点站是60的密码机啊，所以江秋一直在盯着那一头。他还是想把人给压在这里啊。一波回溯，然后找到了勇次郎，勇次郎已经没有悬停了，所以这个点位。喷气背包一交，下一波的牵制就要注意了。毕竟201窗那个位置的板子已经被3叶用掉了一些。不过求生者这边反应很快啊，3叶那边直接是在帐篷里重新开了一台。是。
让永次郎这边直接在终点哇，专心的去这坚持波。头铁是完全没有想到永次郎这里。那这里打残以后，准备再次回去击倒木偶石，毕竟外面全员半状态，只要击倒有地下室，根本没有人能救了。一个回速钓鱼，只是逼一下变身而已。是的，把路易骗出来以后，回速钓鱼，想处理掉永次郎。对，永次郎的话手里就剩最后一个喷气背包了。没错，这一波他得交，他这个时间是不能倒的，倒地的话节奏就万劫不复了。短板博弈，这里有点没办法了。哇，那这个地方一挂，其实帐篷也修不了了。对，帐篷跟终点都修不了。对，等于2台遗产被压，求生者必须要开一台从0开始的新密码机。三叶刚才被骗了一个路易，所以他这一波是扛不住压力的，必须拉走。那我们看到守门人是刚刚亮掉密码机，从鬼屋那边赶过来啊，已经是有点来不及卡办了。我觉得现在要不就考虑一下怎么样走一个。他确定了你鬼板过来的守墓人，我这里有充足的时间排木偶石，已经看到脚印了。那这一波，甚至这边击倒了，完全有时间回去啊！我有回速手里还有这个传送啊。是的，这里江秋打算把人往回举吧。把人往回举，哇，很自信，直接挂上了。主要是也正好看到凌云这边是有一个下铲的状态啊。没错。那现在凌云就不救了，他打算去找一手机会走地窖。是的，因为他铲子的一个余量还是蛮充裕的。没错。回溯完2条通道都没有耳鸣，那么就确定你一定是在起点半场。是。接下来只需要排起点以及鬼屋就行了。而且起点半场我们看到是没有地窖的，如果想走地窖，一定要去终点站。是的。这一波看一下江秋排得非常仔细啊，把起点的整个耳鸣覆盖范围全排完了。但是可以看到凌云那边，在你排起点的时候，他已经反走到终点半场了。对，感觉这个地图要全排完还是大一些。哦，直接传了终点站。那还是能在凌云到达终点站之前赶回来，是这样大概是能看到他这个位置的。但是回速了，回速到斯隆。到终点，斯隆是地窖，所以江秋只要爆压了，没错。他现在距离还非常远，而且木偶师也没有淘汰。现在凌云还有半个铲子，看一下利用这半个铲子能不能有机会往斯隆那边去转。对，但现在这个铲子一直是在板子这边去拉扯，而且他可能不太清楚地窖这个位置。是的，江秋先过来看一眼。对他应该是不知道的。没错。既然没有地窖，他就可以放心打了。是的，接下来只需要再放一手影袭跟上就行了。反正江秋只要不给砸头的机会，凌云基本上是转不出去的。是的。两边开始进行板前博弈。哎，不给你博了，直接过板了。你不砸那我就直接过了。是的，是的。他这种有点什么呢？就是我出了那么多刀，你可能。只要自己的熟练度足够的话，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对，上一局其实江秋他也是有出现了几次断影，但是并不是在那种追击的关键时刻。对，这一把守墓人就在桥上啊，很有可能会去点站台灯，所以看一下雨梦要不要使用我们前面聊的那个战术，一波回溯去把守墓人给骗出来，然后直接追击守墓人。那么求生者他的化险为，那是直接找桥上的守墓人。对，果然没有去起点，因为如果去起点的话，会陷入到求生给你设预好的一个剧本里啊。没错，那枯草这里有一波下踩的机会，看一下队友会不会把2板一双，或者说靠近3站的那3板找个机会帮忙下了呢？果然是下了，小白那边提前下了几块板，这样的话枯草后续的一个铲子是可以转进去的。但他是先往这边转，因为直接在3板去牵制的话呢，会影响到小白的破译。没错，我觉得小白可以走啊。哎呦，要被换追了。小白这个位置其实是比较难牵制的，你必须要走桥上去后射弓箭手，去看能不能打断歌剧的一个引跃。哎呦，躲掉了，那前面要再补一个后撤壁弩，感觉还是有一个拿刀距离啊。有没有机会拿刀呢？好像是可以。那这一波往起点走，皮皮虾这个位置得考虑点一下站台灯了，让小白可以安全的坐车。不然的话，后面闪现好了。哦，又躲了一箭。那这样的话，而且还卡膜了。哇，闪现也没有交，太致命了。对，因为他一直在朝后瞄准啊。但其实他射完以后可以立刻拖过去，这个后撤壁弩也是浪费了，完全浪费。那看一下现在的话，打算让皮皮虾来进行第一波救援，他会更近一些。对，他也是携带了一手化险为夷的。那这个点位稍微拖一下，浪费一下雨梦的时间，拖一拖淘汰进度。那想回头卡断引跃也成功卡断了。
但是接下来皮皮虾就得分开跑了。那同样对于小白来讲，要赶紧拉开，因为前期那个密码机其实不太够的。是的，哎，这里又断隐跃了，被迫逼出了闪现。是的。那吃了闪现的话，我觉得穷者是可以接受的。吃掉闪现，那么下一波其实对于雨梦来说就不太好续节奏了。医生那边是可以把自己调满的，对，而且起点车还在。你要是去追传送医生的话，那么医生是不慌的。哇，这个地下室守墓人是可以救的，压力不大。就如果救援一次的话，再淘汰掉弓箭手，其实场上只会有一个半状态。没错，只有守墓人一个。那守墓人他的一个道具前期虽然交了一点，但是问题不算特别大。毕竟他如果这波救人再交掉一个铲的话，手上还有一点牵制能力。看一下雨梦这波排人，直接给打出来。而且枯草很聪明啊，他用的是刚才剩下的铲子，是的，去扛了这一刀，手上还有一个满铲。这一波救完人，甚至是个无伤救，不给你再拿我守墓人刀的机会。对，那等于说挂飞弓箭手4台密码机，而且3个满状态。是的。最后一箭应该是要整到自己快倒的时候再射了。怎么说？哇，第3箭终于是射中了，还能多浪费一点雨梦的时间。现在4台密码机可以开掉，外面多修了2台。而且多修的2台的位置应该也相较的比较远哦。是的。不过还是在终点站会，目前看下来有一个连击。对，虽然说有3连，但是有一台90了，基本上是压不住这个3连了。现在选择去鬼屋板区追一下皮皮虾。皮皮虾这个位置，我们看一下，看到了脚印，那就知道你在这堵墙的后面。没错啊，见面就会给一刀。但是这里有2块板都提前下了，受伤加速加板弹可以拉很远去进行一波调整，应该是可以摸起来的。可以再吃一刀。是。哎呦，想抽，但是并没有抽到。这个版本的医生其实如果前期不被追，那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心理，而且它是可以触发2次庄园老友的一个心理。而且每次他自己调整好以后，也会有一定的一个加速嘛。是的。那最后的一台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不过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是，皮皮虾它是没有带弧光返照的。没错，但是调香师那边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对，能看到18那边摸了一根针啊，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他可能想把香水留给皮皮虾，他这么搬运的话，一会儿救完人让他去捡一下吧。对，但感觉牵制上的话，不如他留着香水给皮皮虾摸一个护腕球之类的。是，好。但他可能觉得没有时间再翻了。对，确实比较紧迫。顺路过来，那就看一下18这波救援，雨萌应该会考虑打一波针对了。毕竟他的皮皮虾的双弹以及化险为夷都触发过。如果说能搏到一个震慑的话，但调香直接回香救，那震慑也没有什么办法了。是的。那你这里打到了医生的一个针对，我觉得雨梦是已经知道他的一个天赋了。穷者直接通电，然后起点站1个人，终点站1个人，这样的话能走一个。是的，争取至少跑掉1个。皮皮虾最终应该会卡一个慢翻，来浪费最后一点时间。卡了一个老奶奶慢翻。而且刚刚因为有一个人在对面半场压机，然后另外一班调香是在鬼屋救的人啊，所以说贴门比较远，这里应该已经看到枯草了。是的，这边皮皮虾不是挂飞啊，所以我枯草放在这个位置，你想传，那我就直接回去救医生。好，有一个回速。没错，想进板，看一下时间来得及吗？来不及。这个盾的持续时间刚好消掉了，但是那头是可以把医生救下来，让医生点门，守门人再过来卡这个调香师的。是的。毕竟你手上已经没有传送了，对于雨梦来说，能不能快速的排到卡在中场的这个枯草很关键。而且你处理完它，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再去处理门了。对的。那这个位置先排鬼屋的方向，可以看到皮皮虾已经点上门。他往这边的话会有一个2名。是的。这把应该最多也只能完成一个3抓了，但是这里还有个地窖哦。如果说拐进去吗？加斯，他是有半个铲子，然后门跟人，如果说一个开了一个淘汰掉的话，但这里雨梦意识到了，但是枯草这里躲在椅子后面有点太明显了，是的，直接一刀打倒。那最终成都机器的求者也是只跑了一个皮皮虾，但是他们还是在第1局拿下了一个大分，对，拿到了一个6比3的一个优势。我在后面放的话，可能说克制跛脚羊的角色他就更少了，对，很多。然后我也会比较好打一些，因为毕竟这把的话是 Axim 的一个选图嘛，那我不如把这样的一些天王级角色选到后面，再轮到我们选图的时候去用。是。监管的话也是选在了大本，这样的话已经是
让求生者这边把拉拉队员先给保护起来，因为他们整体的一个体系是需要拉拉队员去发挥的。没错。对，那看一下是往小木屋靠，那边教授也是提前往外拉点了，毕竟带的是双弹。那看了一下，星源也果然不是在中场，那这样整个的一个小门区域都给到了教授。是的，肖莫其实往那边看了一下的。永昌那边是直接把大房的那个箱子给翻了，然后准备去绕一下，绕到201双或者其他地方去破译。对，这一手星耀梦要选择直接追星辰。对于教授来说的话，他是有一定的牵制能力的。这边碎石并没有震到，看一下吸了一波板区。现在要看一下抬头，哦，挡到了。是的，虽然说骗了一波，但是第2下还是成功挡住了。是的。想用一个藤蔓跟上，这边板这边这个板下掉的话，就能隔绝掉这个藤蔓。没错。现在手上的充能只有一个了。哎，卡文光骗到了，非常吓人啊！是的，如果星耀梦的移速再快一点，这波是有机会能震慑的。对的。不过好在星辰他的一个被动还在啊，所以说后面的一个碎石没有那么害怕。是的，先把自己的被动打掉。看一下，想把这块板子封住，然后直接藤蔓跟，但是藤蔓被扭掉了。是的，刚刚的这个位置的话又被封住了，所以说现在是倒在了脚里。是的，这一波藤蔓虽然没有直接吃到，但是也是逼得星辰的走位被迫往杂货商这个地方靠了几步，对，才有一个平地击倒的机会。那星耀梦这一波挂上是1分半左右，对，然后密码机也是接近3台，而且勇次郎也是翻出了一个机械玩偶，不过这个玩偶可能要被干扰了。是的，正好在木屋的一个位置啊。那看一下3叶过来救援，这个地方救援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毕竟是有2颗花球可以贴到椅子边上的。折下来以后开始叠这个激励层数。是的。但是要小心，香梦这边的一个技能是没有用过的。没错，这个藤蔓又被躲了。是的，在一个自然交易想封住地板，没有封到。对，那这里有机会叠起来啊，已经18层。哎，不过星辰点了个加速。对，哎，想要去逼一下这边拉拉队员，那使用了一个加速之后，也是规避掉了这一刀。没错，这里要被迫交出移形了。对，看一下。但星辰他的一个鳞片的 CD 是好了的，所以说他是有机会进行一个个人牵制的。而且这波碎石还没有震到啊，对，非常可惜。这个门已经开了，但是娃娃帮忙卡，而且这个娃娃已经没剩多少了，对，这个电量非常的赚啊。本来就没电，而且星辰现在的一个状态是可以单人牵制的。是的。他的鳞片已经好了，这一波是有很大的牵制空间的。觉得这个藤蔓被顶掉了。而且可以看到顶掉的一瞬间，拉拉队员已经帮他再捡一波 CD， 他的下一个鳞片只需要15秒。不过现在他的一个身位是有点尴尬了，可能这边有一点要倒地，那骗一下。但是翔阳盟没有上当，对，但我们看密码机机的一个进度的话，其实已经非常多了。是的，这波拉队员保的这个时间是让星辰多拖了接近1分钟啊，从椅子上下来以后。以及说，其实再一波下移只要没有打到针对的话，星辰他的鳞片还是能够进行牵制的。这个藤蔓的话没有传入，也是再次空了。那就看一下凌云的这波救援，凌云还是比较能拖时间的，毕竟他是一个大副嘛。有没有机会提前打出来？逍遥梦的充能并不太多了。对，现在手里的东西并不多啊。对他手上也没有碎石，只能靠这个藤蔓下以后尝试打一下针对。我扛到刀了，那这样星辰有机会牵制，他是有带回光返照的。密码机真的很多了，而且鳞片也好了。是的，鳞片好了又可以去抵挡你的一波藤蔓。但是没有交，他是觉得自己的化险为时间够，我要留在开门站去进行牵制。是的，逍遥梦这边感觉已经很难跟上星辰了。对，这个藤蔓都不太一定能够到达他的一个位置啊，因为刚刚是交了一个窗弹的。没错，那可以看到大门和小门前面是有地窖的，我觉得一定要管一下这个教授了。是的，我觉得要不移形去管门吧。但这里的话。开个门，手上有鳞片，但是门的精度还不太够。炸了一下，多的一个门，这个鳞片没有抵挡没有拿出来。这里如果弹到刀了，真能走啊！是的，非常的极限，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X Team 的韧性啊！他们率先醒了。对，我觉得这把的话，确实如他们高的。是的，目前最近2天看下来，台球手还是能够在一些控场中。以及中后期拿到更多的优势。其实女梦她的一个台球手前面的一个比赛中找到了想追的目标以后，用闪现去拿到。
选到了200一双，一边是飞行。这个点是先往大房走，但是也不一定追他，就把飞行家的道具看能不能逼一下，能逼最好，不能逼的话就封上密码机走人。对。但是可以看到 SPA 是直接离开了大房啊，往角落的方向去拉了。啊，这边的话其实也可以不在大房这边再找人了，我直接冲着皮皮虾这边去。因为你大房没有破译，那我没法让他回退的话，我就等于说亏了一次。所以他干脆是找到了这里皮皮虾已经破译了1点的地方，把它给围起来，然后转进3板，这边的惯性是不太能拿刀的。不过整体跟上身位的一个速度还是很快的。是的。抢风，然后给到自己一个弹射。板子一下，然后用板弹往外拉，这边退杆出来，应该卡红光，有没有机会？但行，皮皮虾没被骗到，手里这个风被躲了，前面一个蓄力又拿刀了，平地拿刀，闪现还没好，这一波强风被躲太致命了。对呀，我觉得他其实是可以交成云的，因为你强风完再交成云，你还是可以释放2次道具。那这边的话，身位已经贴近了，是的，直接闪倒，这个击倒时间还是比较快的，3个半台。是的，那这个地方闪现打倒，这一把求生者压力就很大了。那同样，我可以继续干扰小白这边的一个密码机。是，小木就在脸上，所以只需要稍微干扰一下，让你小白破译都不敢破译，一会儿又要回退一波。这枯草已经贴了过来。皮皮虾下以后呢，还有一波气象瓶道具的释放，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快速的捏出来，然后进行一个26。但是这里皮皮虾应该是不打算交了，选择是往3板里面去赶。对，本来也是有。哎，不对，他交了。他还是想交，他想先躲一下主球再交，但是确实在雨梦的一个出刀范围之内了。这一波非常的可惜了，陈云被打断了，导致主球也没躲掉，然后道具还消耗了，这样的话彻底没有3-6的机会了。对，而且刚刚的话，因为木屋那台被干扰的比较快，所以佣兵下来直接跟幻灯师2个人一起抢那台。是。这一波密码机是才2台半，对，已经2挂了。这一波如果再让佣兵或者说其他人来救的话，一会儿又会多一个被针对的目标。是的，然后佣兵跟幻灯师那边是选择调状态，这里应该是飞行家再过来救一波。是的，已经看到脚印，调整一波状态的话，密码机也会少一些。这里是选择直接出刀。皮皮虾接下来利用这个窗台，尽量的往角落里面倒吧，离队友都远一点，因为牵制的话还是会比较困难一些了。没错，2块板一踩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是。现在惯性有3层啊，持续时间比较久，所以也不太好转走。另外一边求生者得慢慢打了，因为这个密码机进度根本抢不了，差了2台密码机。是的，是的，至少是闪现逼了出来嘛。对于雨梦来说，想去找节奏，必须要消耗一部分的击球点。那这样刚刚调好了状态，幻灯师那边也不打算修了。是，雨梦这边击球点也是快满了。对，就看一下这一波排人能不能快速的排到。3个求生者，他们的道具都很充足啊。对，但这边的密码机其实离得也蛮近的，我可以同时干扰到2台，然后这里也找到了枯草，逼到了一个护腕。直接交一个主球封住板区，不让你走，但是卡的有点还是给收到了。那这样没有办法避免拿到1刀。是的，这里不太敢交这个护腕了，怕弹出去的一瞬间被打了。对，弹到刀上。雨梦虽然没有封住板，但是他的击球点拐得非常快，也是让枯草那边不太好躲。哇，他这边跟上的一个速度非常流畅啊！你这边的话直接闪过来打到这一刀。再交一个闪现，摧枯拉朽了。另外2台密码机其实修的进度并没有特别多，因为中间的话也是有被干扰过。是的，是的。这把感觉雨梦已经不只是冲着保平3抓去了，对，就可能要争一个4抓了。目前这个节奏来看，再压住一台一铲，枯草手上只有一个护腕，对，这台你来救人，我是有可能打针对的，而且还能不断的去封你的外面的遗产。看一下这里不太好拐了，这个主球悬停往回喷，有没有机会来一个无伤掏？但是无伤掏的话又会亏一点淘汰进度，熊仔还是选择了无伤掏。对，保一下状态啊，因为这样的话18还能2救，那对于雨梦来讲，我就先把你的状态给打残。没错，而且枯草最后一个护腕也被逼掉了。是的。主球有没有机会把18给抓住？逼出了这个背包，但是前面的一个位置，现在这个击球点补上，还是在一个主球范围之内。抓到了！
并没有往外走。对，那这样倒地之后，其实脸上是一个半状态的佣兵。没错，现在很需要去把最后一台遗产给控住。不过好像幻灯师已经过去破亿了。对，但没关系，留给雨梦还有一整台的密码机。是的，对是的，你脸上这台才24啊，只要我跟你一封起来，其实相当于是0。没错。而且主要是这台你破译不了，这台加集装箱2台一起可以管住的。对，挨得太近，40应该就是集装箱这台。是的，交一个主球干扰一下密码机，对然后再来拦截小白的一个走位。这里交出了自己的一个形状投影，给打到了。没错。那这样的话，现在全员残状态。是的，随便。枯草那边也不太敢破译对啊201窗。现在随便击倒一个谁，放在挂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是的，蓄力刀。哇，有点这种延迟刀气的感觉了。这一波延迟刀气打倒，感觉求生者已经没法再扳回来这个节奏了。对，没法打，因为没有办法救这个人了已经，而且2台密码机就在脸上。对，我2个一起控。你要修的话，你跑到角落去修，还得从0开始啊。现在跑到角落修，这个人就要飞了。是的。对。枯草不能被直接找到，这边是有惯性的。其实雨梦已经知道你的一个位置了。对。哦呦，回身砸头，很关键。那另外一个人要去救援吧？不，他自己要去救。一个人佣兵这一波可以无伤掏下来，那就化解了一波攻势。是的，但是佣兵这边可能要马上进入到一个2倒的节奏，然后密码机还是不太够。没错。因为201窗那边又回退了一波啊，是的，这里雨梦还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去管，他管谁都行，管飞行家也可以，管幻灯师也行啊。对，大家都是半状态嘛，闪现马上好了，现在可以直接闪倒一个人，先用主球封一下，能不能抓到？躲掉了，闪现好了，直接交闪，哎，闪过来抓了，但还是能倒，还是能倒。没错，那边佣兵很可能要交出自己的绝处逢生，而且看到幻灯师正在抢集装箱，根本抢不了。对呀，这台机一直被封。是的。而且外面的2个求生者都是也被挂过的，这里把18挂上，看一下佣兵，哇，绝处逢生还没好，对他起的特别慢80多。那这里18已经要挂飞了。雨梦这里还是有点稳，他觉得佣兵好像快好了，但是他没想到佣兵居然起这么慢。反正只要对他来讲，哇，抛下来了，但是打到了飞行家的一个针对。没错。这一波其实可以直接追佣兵，把飞行家挂飞以后，因为明确你那边是没有自愈的了。对，是的。我刚刚一直在逼幻灯师，他是没有过来的。或者雨梦去管一下小白也行。我觉得他们现在要考虑，走一个，对，但是他们俩应该其实倒地的一个淘汰进度是差不多的。是的。刚刚都是倒地直接被挂。这里落地想透视，看到了。枯草在翻箱子，道具翻出来了，一个魔术棒。现在很难受啊，2台密码机全被围着，就永远是30左右的进。是的，是的，因为你不敢走远。对。你不敢走远，你走到角落去破译的话，那又浪费很多的跑图时间。可以，小白砸了一个头，也算是延缓了一口气啊。枯草那边终于是选择往角落走了，准备去破译最远端的密码机。但是看一下小白这里还是比较难去撑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啊，毕竟现在。但他现在没法释放主球，毕竟他的一个技能正在释放期间。其实他可以看一下，有人在破译的话，我可以去追一下佣兵的。毕竟佣兵是那个没自愈的人，而且毕竟小白已经被赶到大房了，对，你再回到201窗去破译，可能这里佣兵已经倒地了。对，而且刚刚蹲脚印的话，中间走了一个空地，其实是很明显能看到你的位置的。是的，交一个魔术棒，打掉，卡一下，看一下主球，主球一封，你就不敢在板子后面了。强行走过来。那你要躲刀就要吃主球吧？是的，而且现在没有自己了。对，没有自己的话，现在可以直接交击球点往小白那边赶。是的。哇，那雨梦这一把要完成4抓了，对，有点没想到。其实如果4抓的话，就是一个8比1。应该是4抓了，感觉求生者这边已经没有办法争取到跑一个的机会。其实你再等5秒钟，闪现好了。是。然后把你闪倒。没错。这一波小白的技能又拖了出来，但是雨梦不着急啊，他能够拖很久，就是你得拖到整个佣兵淘汰。这个时间还是需要比较久的。哇，一个进步走过来，直接拿到一个震慑。但他要小心啊，佣兵那边直接投降了。是的。那这样的话 ，XM 也是在第2局限的，加上蜡像，其实他如果不开2阶，后面的一个追击能力没有那么强。是的，是的。Team 这边尽量就是保个平嘛，对，不要给到星耀梦有多抓的机会。保平的话，互相看到了。对。那还是比较考验医生的一个牵制能力了。
我觉得中间可能不太行的话，需要前锋来撞一下，保证他自己先把自己给扎满。对，但是仙梦他肯定会带移形的，就怕什么呢？直接往医生的方向走。那也可以看到三叶一个窗弹拉到了甲门，比较经典的一个长板。对，这边的一个很高的建筑还是可以给你绕2圈的。是的。 不过这波没有触发板弹，应该会到中场那个位置去使用自己的板弹吧？哦，他不想去中场。那这边稍微往这边多走了一下，是让出了医生的一些身位。是的，他这波觉得自己如果去中场的话，会干扰到队友的一个破译。96的蜡，看一下能中吗？哦，是帮忙给了一个定格。对，这样的话可以延缓他被晕住的一个时间，但还是没能规避掉这一刀啊。哦，他想多上点蜡，是的，多上点蜡再打。这样的话，没事的，可能会给到前锋这边过来，而且在空地上面 OB 的一个机会，没撞晕，这么长的一个球，我觉得可以直接追前锋了，因为医生一定会自己扎。哎，这个也太远了，快呀，这个太远了，有点。我觉得直接追前锋可以的呀，你这追医生的话，也行吧，对，因为打倒的话，我就快2阶了。是的。 那这样的话，前锋半状态啊，一会儿只能让魔术师来救援了。对，但是没有移形以后，这一波的一个庄园刀，其实前锋要不再来补一波，这一波医生是真能拉远了，他已经没移形了。对他刚刚受击加速加板弹啊，人直接就飞出去了。没错，那现在三叶来到2楼下看一下。但我们看一下密码机啊，其实已经是蛮多的一个进度了。是的，除了前锋的那一台中场被干扰的，并没有修很多。对，外其实求生者的节奏还不错。 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满蜡吃刀，现在星耀梦只差1刀就可以达到2阶了。如果你们来救人的话，他是一定能到2阶，但是不救人呢，节奏又会比较差。他们想先抢一下中场这个密码机，因为中场的话太容易被蜡像是给干扰到了。能看到勇次郎已经在往这边贴了。哎，星耀梦没看哦，那边定格了，所以导致密码机没有抖动。对，他觉得甲门那边可能还会有人在破译，在他视角里没有机子在动。是的，星耀梦这一波被那个定格给搞得有点难受了，对，被求生者多抢了30%左右的一个密码机。幻灯师选择来救援。 哦，原地直接扎好了，对，我的天哪，差点这个车还得撞一下。对，但是星耀梦这一波他是开了2阶的，感觉没有必要去打这一刀吧。但我觉得这样的话，反而让求生这样的就是我没带化险为，胜似带了个化险为的效果，我带走了这边的一个机子。就你没必要让他能转走啊，他就算摸起来，但是你其实是有2阶的，你有2阶的话还是能够把这个医生给秒了的。对，我觉得有幻灯师的一个定格，加上你带了飞轮的话，其实你很难说前面打到前锋的一个状态。了，为什么完全不看后面啊？因为那边定格你是定不住的。对，有幻灯师有飞轮是100%可以消掉蜡的，只要不出现太严重的一个问题。是的，那这边喷倒了以后，前锋交球走，这里不能让前锋满血走，必须要打残他。88、96，看一下落地刀有没有？没有身位，没有，他在关自己的一个蜡枪。是的，那这一波前锋还是拖了蛮久的，密码机是接近4台了。对，但还有一台27的会差的比较多一点。现在看一下魔术师跟前锋换位，让前锋还要来走，是的，对，因为其实就算前锋去修的话，好像密码机也不太够，那台27的目前都没有人能碰得上。是的，但是其实星辰手上的球量不是特别多了，只够再撞1次，已经往后绕过来了。仙耀梦，看看你的后面呢，一波蜡喷了，打了谁？前锋打到，那这样的话，魔术师上了化险为夷，到了化险为夷。密码机其实还是不够的，少了接近1整台。那台27的一直没有人修啊。开了2阶以后，其实医生是比较难以牵制的。哇，打了一个头。再看一下医生这边能不能拖出化险为夷的时间，或者说能不能把前锋的自愈给拖起来，让再来保一波呢？但是现在身上的蜡80多已经很难了，又不敢砸板，这个地方是不敢砸板的。仙耀梦可以勇敢过，100。直接打倒，外面前锋也是跟队友在调整。那这里的话就往地下室再倒一倒，让你挂得远一点。是的，把人挂上以后，求生者少1台整机。道具来讲，其实还是比较七零八落的，好像看到了移形直接移过来，但还是摸的也太久了，还是可以摸好。对，但是这一波我觉得还是可以先上蜡啊，因为这边是平地，其实这2个求生者都很难躲这个蜡的。对对，是的。在 S 板方向把人给打倒，看一下
脸上好像是没有遗产啊。没有，他们最后一台起的是红蝶和加独栋对2台，那边很远啊。没错。那夕阳梦其实是不太好封到独栋的密码机的，要看接下来的手艺了，能不能提前拦截到魔术师。红蝶和开的密码机，他还是想强行过来封一下。他想去封机子啊，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走到这了，你干脆追他吧。你反正都到这了，你直接换追半状态的幻灯师也是可以尝试追一下的。因为那边救下来的话，穷者必须要开一台全新的密码机，能喷啦。他们得先去卡前锋的这个半啊，但是还是过半了。对。永次郎现在交出了技能。他剩的蜡其实是不多的，对，只有40多。对，但看样子他是打算直接就倒在这儿了。对，直接倒在遗产那边，就算摸起来，其实下一步还是会担心的，还是得担心夕阳梦会不会去换一波节奏。最关键的是，你打蜡像师，你是没办法来打中遗产的，你只要敢过来强打 ，OK， 我一坨蜡直接把密码机封了，91等于0。所以说他们现在主要是夕阳梦看到 S 版在抖动了。但是马上齐有名了，有没有机会拦住呢？主要前锋手里是有个化险为夷在的，这样的话，就算他没有魂王反照这个点，开幕战仍然还是不太能马上被针对。虽然他这个上挂飞啊，这里看到前锋其实可以强行追的，因为 S 版一直在抖动，而且是新密码机，他可以早点压过去。但这边有一个过半秒救的一个，而且不一定好救。看一下这个飞轮，要看飞轮哦，直接扯了。那其实两个人都是挂飞，而且前锋这边你要不先封一下密码机？这台要开了呀，不管吗？不管吗？你为什么不交一个一阶先封密码机呀？对，脸上这台不是90多吗？你这怎么又出刀了？给到了永次郎一波回光返照的机会。对，不是。现在问题有点大了，这个地方不能快速秒掉永次郎，因为他交出了自己的情状投影，甚至可以再顶一波晕眩。地窖就在中场，不过走地窖应该不太容易，一刀直接打倒。是的，然后两个门的话，有一个门已经是点开了，两个门。哦，点开的是墓地门，还是的。那学校门这边得拖，对，拖一下，先封门回去，然后再回去，然后再来。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另外一个人还是可以过来卡。永藏是挂飞，所以他这里如果挂飞的话，还有机会留前锋。对，中场是这个地窖的一个位置，是开不了的。星辰手上只有一个飞轮了。排了一下方向，没有耳鸣，赶紧回头，开上车了。但这个对于结果来讲，他不知道呀。我感觉他还是得去门口，他还是得去门口这边排。不，他以为跑到角落了，对，他以为跑到角落了。因为你正常在右边的话，我可能会有耳鸣的。他千算万算没算到有电车过来。对，因为你排了甲门，你就要排独栋，他无非就这2个地方，但坐车的话就不是这2个地方了。是的，夕阳梦没招了，还在这里拦。其实这种情况是，他需要什么呢？需要1%的运气，加上99%的运气，才能出现这个电车。对。那真没办法了，最终应该是要完成一个平局。是的，夕阳梦把头挠破都想不，需要保平，压力也不算大，只要前期能够快速的2钩子拉近跟幸运儿或者法罗之间的一个身位，我觉得机会是很大的。对的，甚至我拉近跟空军的身位追人，求着要么去绕红蝶河走一圈，要么直接进墓地，看一下这边法罗的一个思路吧。好，然后其他的一个也是直接冲着皮皮虾这边的一个法罗过去了。没错，皮皮虾也是打算进入墓地。对，但这个位置其实基本上去一次就再也没法绕了。对，封个夹子嘛，对，夹子再走。那他是选择进入到墓地最里。这里可以把板子拆，哎，是选择先下夹子啊？对。防止皮皮虾绕出来再用。我下夹子，你有可能会翻，对吧？我踩了板，你就不往这儿来了。是的。而且这里触发了隐身，看一下皮皮虾的一个选择吧，选择拐进右边的那个双板区，这个板能进吗？可以进，过板，哎呦！但是没拿到刀，还是勾到了，那这样还能拿刀？是的，这一波雨梦没有直接拿到刀比较可惜啊，不然的话可以留2段钩，直接秒掉皮皮虾了。对，可以拿到刀以后接着勾他，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前锋要上，幸运儿这边要帮一下，过来帮忙交一枪。对。这个点位看一下雨梦的选择，想躲枪，可惜没有躲掉，但是还有一个移形可以跟上，还是说要换追呢？想换追幸运儿，你已经可能没有道具了。那看一下这里勾到了，然后打一刀，
而且还有一手移形在啊，这一波迅儿下板还不太能走，你走的话就移形直接续上了。怎么说？移形对的，过来，你拉得太远了，那我就移形跟上，直接打倒了。这里有点难去牵制了呀，因为本身的话也没有带这个飞轮。第二段还有一个机会，哎，前锋来了，是的，但是那就勾前锋，你也躲不了。哇，全员残状态了。对。那这一波其实是可以考虑把前锋放出去的，因为他刚用掉钩子，跟上把节奏不一样，还是回去绕幸运儿会好一点。再加上枯草这边是会爆点的，但是车来了，你的移形用掉了。车来了，你这一波就不能交钩了，你得用这个钩赶到墓地去，看一下。哦，看到车上的人。对，那就直接去墓地等。那这个地方提前到的话，你下车这边也是没有办法再牵制了。没错，而且密码机的话，其实进度还好，只是接近3台的。对，修的比较零散，但现在我觉得问题是在于大家的状态都太差了。唯一有化险为的人，他现在是个3/4状态，他救不了人了。对，前锋这个状态，就算调整好了过来，他也救不了。只有一个满状态的空军可以来尝试。对，我觉得得开枪救一下了。2楼是法罗，然后看一下空军也是走2楼下过来的。那这边的话，雨墨已经看到了。先交一枪吗？哎，没有交。那这里还稍微卡了一下位啊，打了一个比较惨的一个状态。对。他可能想把枪留着，后面看能不能帮枯草拖一些时间，因为毕竟他这波来救是没有化险为夷的。没错，但是有个问题是那个窗口你翻不了。你翻不了窗口的话，只能让空军强行帮忙扛钩。现在空军又是一勾倒，飞轮对他飞轮已经交掉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扛钩就空军倒。对，已经到达了2级啊，可以无限交钩。看一下怎么说。哦，勾倒，然后直接牵上幸运儿在里面，其实他也走不了。他可以挂上以后继续追幸运儿。对，幸运儿现在位置也很差，而且求生者那边还要被迫派人过来救援。其实感觉成都机这把求生者已经很难争这个3跑了。是的。2个人都在破译，只有枯草在脸上。没错，这个地方是想偷袭一下吗？没有偷袭，看一下有机会直接勾回来。那钩子还在。对，这边其实只要不断钩的话，幸运儿蛮难去救到。这个板不能下呀！啊，下的话就定点了呀。没办法了，下也不是，不下也不是，有移形，有移形可以手移。或者说他这边没有手移，感觉可以打倒这个法罗了。对，因为法罗。现在有点一团乱了，我觉得求生这边就是求生者已经很难了。前锋这个状态，你只能让他在外面破译啊！你想想一个接近满球的前锋，但是你的破译速度非常慢，导致你没法 OB 队友，要被迫去进行一个修机。那这里其实皮皮虾也会被牵起来，是的，他的自愈才到了60的程度，把他挂到外面的话，前锋也才刚刚赶过来。没错，对，这一波挂上以后，刚好可以顺路拦到皮皮章啊，但皮皮章可能要考虑撞救了，哎，想直接撞下来哦。他想去救援，但这边传过来你就救不了了。你的球还在 CD 啊，主要是躲不了钩。哎呦，一勾就倒，那皮皮虾也救不了。我现在这里是气球了，是的。那就直接把前锋挂出去了。你交了自愈呀？没错。虽然密码机已经压好了，这把对于雨梦来讲，只要保平就可以。怎么说？打了一个震慑，那还是可以救下来。但是问题在于皮皮章已经没什么道具了。对，击倒谁都可以，现在击倒谁都可以。把皮皮虾打倒的话，这把可以争3，因为他是交过了绝处逢生的。是的。甚至争4。就看一下多久能处理掉皮皮虾吧。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保平。对，因为前锋的话那边已经是拉出去了啊。没错，主要是前锋走得太远了。哦呦，你看，可以。是的。没有志气，看一下没地窖，要不要走呢？不走，那就稳稳的挂上。主要是前锋他虽然有化险为夷，但是他状态太差，而且现在是一个挽留状态。是，但是成都机这把一定要争，对，他们要去点墓地门，然后来尝试一下，但是很难，因为鹿头它的一个限制就是可以让求生者勾回来，而且我还放夹。对。这里应该是已经看到有人在点门了。但是皮皮章没办法，他也得稍微卖一下，就给你压力，我就硬卖。那雨梦挂的这个位置，其实你套了化险为夷也走不出去，毕竟鹿头它是有技能的。而且这个挽留拖不过去啊。那边18翻了一个香水，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作用，比较难受了。对，这里还好是勾空了啊。这要是勾到的话，就不得不追了。可能再赶回来的话，
有耳鸣能现在看到吗？其实2个人都已经来了，得有人硬持刀，得有人对硬持，刀。得让前锋把化险为套上。对，但我觉得一个但飞轮雨崩可以直接打前锋啊，对的，前锋也是也有是上过椅倒过的，也是上过椅的。是的，香水被骗了出来，没有办法回，没挽留还有错， 19秒。这前锋已经上过椅了，对我大不把了再把它前锋挂上。其实法罗也不太好操作了。唯有化险为的在啊，这个位置你就算救下来了，没有化险为也不太可能去冲门了。嗯，那这个地方看一下，就算排不到位置，但是也无所谓，因为对你2个求生者其实都是半状态，来强行救人的话，我就再随机也打倒一个会被留在椅子面前。，对我现在随机打倒一个就可以了。这把可能要为了争多跑而被多抓了。是的，那空军交了自愈，完全可以不管空军是的，啊。皮皮虾跟前锋全都是挂飞的，这2个人都没治愈了。跟皮皮张都是挂飞的。对，这2个人都没治愈，他是可以放心的去追前锋了。对这把应该前锋是也要由雨梦完成一波4抓死抓了。了，对，因为本身传送也在手里。如果你真的冲门的话，我可以提前传回去放甲。是就看一下这个球，也是稍微躲了一下，但是它是无限的呀，你的球已经用完了。对，然后2个板子都被封住了，你早晚会被我勾到。那击倒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4抓。是的，没想到 X Team 是在第2局和第3局争了8比1和7比2回来。对，也是让我们恭喜恭喜 X Team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这关键之战呀。对，我觉得今天雨崩真的是燃尽了。是的，你想在第1局是完成了。目前的一个积分榜 ，A 组是 WBG 排在第1，第2名是 T， 第3名 RC， 第4名 DFM 以及第5名 AR。B 组第1名是阿克西子，第2名 GR， 第3名 X Team， 第4名成都狼队，第5名成都 GG。那 C 组的话，第1名现在是朱雀，第2名 FL， 第3名 Omni， 第4名 ACT 以及最后1名 PRR。D 组的话是 MRC 第1，Zeta 第2，B4U 第3，LX 第4以及RT 第5。